王妃有多聪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这样回去，她一定能看出来猫腻。宁儿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最终听了福儿的话，被他带去疗伤。另一边，凤鸣离开之后，去到了自己在京城的隐蔽的落脚的地方。他承认自己今日是失了控，差点杀了宁儿。可脑海里浮现云六找人向宁儿提亲的画面，他便想到了阿唐的前世，他的死与身边最信任的婢女有关。那个婢女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阿唐，阿唐的死也离不开那个婢女的手笔。巧的是，前世那个婢女嫁的人正是前世莫云景身边的侍卫，正因为如此，自己才亲自找了福寿康宁私人来培养，就是要杜绝前世的婢女背叛之事。结果没想到云六找媒人向宁儿提亲，这让他下意识的又对上了前世的轨迹。今日看到那场面，凤鸣就好像回到了前世，前世阿唐悲惨的遭遇仿佛历历在目，他不敢赌。凤鸣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院子，他从景堂院出来后就直接出了府。谷主，您不想让他死就让开。福儿点点头，凤鸣扫了一眼宁儿煞白的脸色，随即掏出腰间的药瓶扔给他。现在吃一粒，明日一早再吃一粒。福儿眉头紧锁，他记得这治阴的毒药是没有解药的。那谷主递给宁儿的到底是什么呢？不等福儿说什么，宁儿已经打开瓶子吃了一粒。凤鸣面无表情地看着宁儿吃下去之后，缓缓地说了一句：这是毒药，服用之人每个月若是不能及时拿到解药，必死无疑。谷主你多谢谷主不杀之恩。宁儿知道谷主是什么意思，宁儿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只要能让宁儿留在王妃身边，能留在谷中，宁儿吃多少毒药都无所谓。凤鸣满意宁儿的如今行为，他往后退了几步，随即看向福儿：这2日你照顾他，2日后你们再回府，回府后你和寿儿、康儿3人同样要服用这种毒药，回府后你和寿儿、康儿3人同样要服用这种毒药。当然，到时候你们也可以选择不服用，离开和服毒，本座让你们自己选。说完，他便转身离开。福儿咬咬牙，恶狠狠地盯着凤鸣离去的背影。福儿，别生谷主的气，如果我是他，事关王妃，我也会那么做。可你什么为人？这么些年过来，他难道就如此看不清吗？福儿，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会彼此背叛，你让谷主如何相信人心？再说，他没有坚持赶我走，也没有废了我的功夫，是我的幸运。你莫不是忘了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入谷之后，谷主就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这辈子跟在王妃身边，不能为人妻为人母，更不能对他夫君身边的男子动心。他给过我们选择的机会，既然我当初选择留下，就说明我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谷主不止一次强调，一旦我们违背了这个约定，我们就不可能继续留在王妃身边，他会废了我们的功夫后才让我们离开。可今日他从未想过要废了我的功夫。谷主的心思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们他绝非无情。我希望你和寿儿、康儿也能理解，别这般怪他。我今日落得如此下场，是我和云六的事情。这小子害了你，等我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将他大卸8块。在这件事里他又知道什么？不能怪他，我要对他出手，不然王爷和王妃问起来，我们没办法回答。宁儿果然是我们这几个人里活得最通透的。听不见屋里的议论声之后，窗外的凤鸣眸子动了动，他站在窗口沉默了片刻之后，才转身离开。兄长，你回来了。为兄回来了，值得你这么兴奋？看来为兄在阿唐心里占据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哼，别贫嘴。那个宁儿和福儿呢？他们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
本座有些事情需要他们去办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本座还不能有点私人的事儿了？到底什么事儿要这么神秘啊？竟然连我都不能告诉的。不能。他们今晚回不来，你不用管，本座乏了，你们也早些休息。安雪堂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多了，总觉得凤鸣下意识在避开他的眼睛，他想拉住凤鸣问清楚，莫云锦却突然将他给搂住，带着安雪堂往盥洗室去了。你穿的这么少，冷不冷？不冷啊。有什么事明日再问，你若是不想自己洗，本王就帮你洗。听到莫云锦赤裸裸的威胁，他还哪敢说什么呀？这会儿只好听话的进了盥洗室。阿唐睡着了。凤鸣从他腰间拿出了一个药方，递给莫云锦。福寿康宁4人体内有毒，每个月必须服用1次解药。若是我将来不在，你来负责这件事。只要我还在一日，这件事不需要你操心。为何？莫云锦，你当真这么信任自己身边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倒是心大。本座只是想提醒你，你身边除了阿唐，谁也不可信，包括你的兄长。凤鸣，你知道什么？本座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单纯的提醒你，夜深了，别让他一个人在房间。这话是妥妥的感人了。莫云锦伸手将桌子上的药方收了起来。这时凤鸣又补充了一句：别让你身边的人发现这药方的存在。恭喜太子，你体内的毒已经解了。多谢凤公子，多谢弟妹。阿唐，太子的手术什么时候可以做？2日后吧，2日后就可以动手术了。不过今日福儿和宁儿真的能回来吗？他们不回来的话，兄长您可就得配合我了。我也是要跟你一起的，为兄也想看看你这手术到底如何做。接臂，为兄活了这么多年，想都不敢想啊。好，到时候我同意你观看。启禀父王，对于此次招呼玄国使者之事，儿臣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哦，说来听听。儿臣觉得此次招待使者之事交给武帝最合适不过了。一来武帝是个王爷，他来招待使者更能显示出我们天霸国对玄国使者的重视。二来呢，武帝府中刚添了王妃，此次玄国使臣来，正好给北疆王妃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不然民间一直传北疆王妃是个丝毫不懂礼仪的野蛮人，对我们皇室的名声影响不好。所以在儿臣看呢，此次招待玄国使臣之事交给武帝的北疆王府更适合不过。父皇，您说呢？民间当真有关于北疆王妃的这般传言？回父皇，多数百姓确实如此相传的。父皇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在场的文武百官，他们肯定也是听说过。周爱卿，四王爷说的可是真的？百姓之间就是这般评价北疆王妃？启禀皇上，四王爷所言属实，臣也确实听内人提及过。从前2日开始，民间突然就传出北疆王妃刁蛮任性、蛮横无理等传言。周游话音刚落，莫云锦就偏头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请北疆王恕罪，下官方才所言仅是近日来百姓之间流传的原话，下官绝非是对王妃不敬。景儿，既然百姓对北疆王府的王妃有如此深的误解，不如就像你四哥所言，此次就由北疆王府来负责招待全国使臣。这声景儿可把在场的官员都吓了一跳。
而莫云景这个当事人则是一脸淡定。儿臣的王妃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她不需要这所谓的机会。哎，武帝，你这么着急的拒绝，就不怕传出去后百姓更加坚信北疆王妃没有这个能力给区区使臣安排吃穿住行吗？你这般只会更加败坏北疆王妃的名声。四哥不觉得其实是你更需要这个机会来证明自身的能力？本王倒是想啊，奈何本王还没个正妃，二哥现在又有伤在身，所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其实武帝你是最合适的。那就这么定了，传朕的旨意，此次玄国使臣来访，接待之事全权交给北疆王府。哼，武帝，聊一聊。何事？哼，武帝难道就不想知道四哥为何要让北疆王府来接待玄国使臣？你要说的就是这？哼，武帝或许还不知道此次玄国派了谁来吧，怪不得还能如此的淡定。只是不知道等玄国的人来了之时，你又如何跟你那心爱的王妃交代？四哥听闻你那王妃善妒，当着众人的面说不让你纳妾，不让别的女子接近你。若是让他知道此次玄国来的人是谁，哼哼，你又该如何跟他解释啊？若是让他知道此次玄国来的人是谁，哼哼，你又该如何跟他解释啊？说完了。哼，四哥有那时间，不如去查一查四嫂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什么意思？四哥是个聪明人，什么意思不需要本王重复。看着莫云景离去的背影，莫云则咬牙切齿的：武帝，别怪四哥没提醒你，安雪堂这杯烈酒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其实四哥觉得我比你更适合喝这杯烈酒，不信的话，我们拭目以待。京中谣言可查出是谁传出？启禀王爷，是从安侍郎府中传出，不过属下查到四王爷府中的婢女曾找上安侍郎家的后院管事。安侍郎，安南林，堂堂所谓的生父，原来是他府里搞的小动作。王爷，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王妃？王妃还不知道百姓对她的评价，更不知道现在百姓都误会了她。过了这2日，本王会亲自跟他说。这几日安雪堂要给他的皇兄接婢，这等小事他还是不想去烦扰他。那要不要属下先去一趟安侍郎府中，教训一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别弄死你们王妃，或许还想亲自出这口气。是，属下明白。不弄死，那就是弄个半死不活呗。这种事儿，云六最喜欢干了。莫云景回到王府没多久，皇上的圣旨便到了。作为北疆王妃，安雪堂还是装装样子去门口领了旨。这位公公，父王只是交代我们北疆王府接待使臣，怎可没给经费啊？奴才不知北疆王妃的经费是指……啊，本妃的意思是，父王既然让我们北疆王府来招待使臣，可我们北疆王府没有多余的钱财。我们王爷那点俸禄，平日里都不够开销的，所以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财来好生招待使臣呢。北疆王府还会缺了钱财？安雪堂突然将圣旨塞回了太监的怀中。唉，这样好了，父王想让我们招待也行，不过先要讲清楚，这期间北疆王府花费的钱财怎么算。圣旨你先拿回去吧，本妃相信父王会知道怎么做的。下次希望公公再来传旨时，身后跟着大队伍，而不是这般寒酸的来了。传旨的太监是一脸为难，传了这么多年的旨啊，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太监看了一眼莫云景，想让他管一管，可莫云景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一眼。王妃的话你听不懂？懂了，奴才这就回去启禀皇上。太监转身就跑，好像身后有洪水猛兽似的。阿景，
你看你把人家公公给吓的呀。莫云锦抿着嘴，伸手牵住他的手，两个人一同回了景堂院。阿景，皇兄体内的毒已经解了，这2日他气色也好了不少，手术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你也别太担心。我相信你。我这麻药弄完了，一会儿呢就可以配制护肤品了。制作出来之后，我还得麻烦阿景的人将这些护肤品送进宫里给我的母亲。他当真想好了要留在宫里？那日在宫中和他聊了聊，我发现权势是个让人贪恋的好东西呢。他已经享受过了，也得到权势带来的便利，所以他是不会愿意出宫当个普通人的。只是一入宫门深似海，他只顾眼前的利益了，也没有想过等皇上移情别恋之后，他的日子还会不会好过。他很聪明，能蛊惑住帝王的女人，堂堂不必替他忧心往后。后宫中的女人经历没有他多，真算计起来还不一定谁输谁赢。这个倒也是，其实他也不笨。阿景你是不知道，刘氏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母亲以前在大户人家当过丫鬟呢，所以这刘氏啊，想来也不会笨到哪里去。尤其是他的母亲，指不定教过他如何在大户中生存呢。所以堂堂更不必担心他在后宫中会过得不好了。哼，我才没有担心呢。你的药我会让人送进宫，不过你可以考虑给他防身用的毒药。我也给他准备些能防身的毒药。不过阿景，我也打算给他一些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你没有意见吧？或者皇宫中有没有你想要保护的人，我们可以嘱咐他，让他别伤害。没有。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份毒药是安雪堂给刘氏的最后一份谢礼，日后他的生死他便不会再管。奴婢见过北疆王妃。免礼。小红，你方才在说些什么？何事让你如此兴奋？王妃，今日一早奴婢去了集市，然后在集市中见过一种奇奇怪怪的果子，卖的人一直说好吃，可谁也不敢买。见大家都不信果子能吃，于是那卖果之人只能自己打开自己吃，想让大家相信那果子真的能吃，还很好吃。可那果子被打开后，果子的臭味传遍整条街，街上的人实在受不了那臭味，于是就纷纷拿扫帚直接把那卖果之人赶走了。奴婢回来向我家小姐形容，我家小姐竟然跟奴婢争论起那个果子真的能吃之事。奴婢反正觉得那奇臭无比的果子不能吃，可我家小姐一直说能吃。王妃，您说说看，那臭果怎么可能能吃？小红，你仔细形容一下，那个果子长什么样子？那商贩说那臭果番名都尔乌，状如鸡头，长8、9寸，皮生尖刺，其属有半裂开，气臭如牛肉，内有肉14、15块，大如粒，其白如酥，甜美可食。那不是榴莲吗？阿桃，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小红，你说你在哪儿见到那个卖臭果的人呢？在那条百花景巷。安雪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转身就跑。王爷，不好了，王妃她跑了。安慰的一句话，瞬间让屋里的气氛降低了几度。13，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清楚。什么叫做王妃跑了？就是王妃，她骑着大红跑了。这个12明知道13是他们这群人里一紧张一着急说话就没有什么重心的人，他派13过来，恐怕是故意的吧。13，王妃骑着大红离开府里了，是吗？去哪儿？不知道。王妃笑，她很开心。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王妃知道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兴奋地骑着大红离开府里了。王爷，你要去找王妃吗？莫云锦并不着急出门，他只是忽而问道：本王可是惹到了12。王爷，您是不是忘了前2日12被您罚去打扫茅房之事了？
本王什么时候罚他去打扫茅房？前2日他拿错了王妃的红烧肉，不是您说的吗？罚他去扫茅房。本王只是说一说，让他去打扫的人是你。合计到头来，我听错了，所以罚错了。13瞪大眼睛，他只是嘴笨，但脑袋可不笨，一下便知道了原委。原来12被罚是云四的假命令啊！莫云景这时突然说道：“不过今日之事，罚12扫1日府里的全部茅房。”说完，莫云景便转身离开。云四当即脸色一变：“13，你别把这件事告诉12。四哥，是你错罚了12哥，这件事我会告诉12哥的。”话落，13也转身离开了。云四一脸生无可恋的，他们王爷果然还是如此的黑心呐。莫云景，你怎地这般悠闲？阿唐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你怎么都不着急啊？莫云景，本座看你是越来越不把阿唐放在心上了。你脸色不好，若不想让他担心，本王建议你还是在自己的院子里待着。本座脸色看起来很不好，给人一种病殃殃的感觉。没有啊，谷主您面色红润，哪里看起来病殃殃的？这个莫云景真是可恶，他这是怕本座比他先找到阿唐吧？这只狡猾的狐狸。说完，他不再犹豫，径直出了门。阿景，你能给我买这个吗？这辈子有了你，我好像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榴莲自由？阿景，这个臭果我们那儿啊叫它榴莲。榴莲自由的意思就是想吃榴莲的时候就买，从来不会因为金钱的问题舍不得吃。所以阿景，你要帮我实现吗？好。莫云景挑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到榴莲这东西时，莫云景其实一点也不惊讶。这是从外邦运过来的。回大人，小人经常来往番外，所以觉得这臭果虽臭，但特甘甜，就想着运回京城，试试大家能不能接受。听阿景这意思，他以前见过榴莲吗？阿景，你以前见过这个东西？前几年见过。那你喜欢吃吗？既然糖糖喜欢，那便让他送回府中。好啊好啊。对了，你这臭果怎么卖的呀？回贵人，这臭果论个卖，一个500文，贵是贵了点儿，可小人从邦外运。不用解释了，我们都要。全部。你家里还有多少啊？没了，小人也只是第一次拿回来试试，万一没人买，那这生意小人也做不下去了。买啊，以后你还继续做这个生意，你有多少我们便要多少，你尽量的多运些回来，也不需要拉出来吆喝着卖，以后有货了你就直接送到北疆王府来。北疆王府？他就说眼前这2个人怎么看着气度不凡的，没想到竟然是北疆王府的人。小人罪该万死，竟不知贵人来自北疆王府，小的不敢要银子，这些臭果小人就……哎，不必了，这该是多少银子就是多少银子。莫云景这时看向一旁的云六，剩下的你来解决，东西尽快运回府里。是，属下明白。莫云景牵着安雪堂的手，却见安雪堂依依不舍地望着榴莲，还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捕捉到了这一幕，莫云景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浅笑。这么想吃，要不要在这里打开一个？不了吧，先前这商人也在街上打开了一个，因为这味道，他不是还被打了一顿吗？你看他脸上的痕迹，一看就知道那帮人下手不轻的。有我在，糖糖难不成还担心有人会打你？不怕，但是我想了想吧，在这里吃这个东西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的。好，那就回家再吃。你们怎么都来了？你这般什么也不说就匆匆跑出府，你让我们怎么能不来？你当我们没心没肺，不会担心你？
兄长，我错了吗？兄长，我错了吗？下次再也不敢了。现在想起来，也知道当时自己太过着急，一听说有榴莲，便兴奋的找不到北了。出门前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大家竟然会如此操心。凤鸣见安雪堂的认错态度还好，刚想说什么来着，这时莫云锦却突然把安雪堂的手给抽走了。莫云锦，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直呼本王名讳，凤谷主这是想被定罪。凤鸣眉头紧锁，看来这段时间他真是给莫云锦脸了，竟然让他变得如此猖狂。看见凤鸣阴沉的神色，安雪堂憋着笑，赶紧拉了拉莫云锦。阿景，你怎可这般与我兄长说话呀？说完，他又看向凤鸣和稀泥。兄长，你也别生气了，我已经替你骂过他了。这就是他所谓的骂，还能再假一点吗？安雪堂这会儿不想他们一群人在街上被围观。阿景，兄长，咱们还是回去吧。安雪堂他们一群人离开之后，2楼的窗户处，白风若有所思地盯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嘴角微微勾起。原来他喜欢吃那多尔乌果子。公主，放肆你为何不让我对他出手？北疆王没来之前，凭我们的实力，抓他轻而易举。韩，你太小看他了。先别说他个人的实力有多强，莫云锦在他身边安了这么多个暗卫，今日我们的人还不在，你当真觉得就凭我们俩就能将他掳走？别忘了，你和我都在他手上吃过亏。哼，莫云锦区区几个暗卫，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手中的蛊毒对付他们足矣。这次放过他，下次我们的人想要找到这样的机会难。放心，本宫会想办法。你让人想办法去弄这多尔乌过来。白寒又不傻，自然知道白风让人去找那个果子是为了那个女人。想到安雪堂在白风的体内下了剧毒，白寒就恨不得亲手杀了他。天生安雪堂体内又有情人蛊，他还不能动手，心中这口恶气怎么也得忍着了。宁儿，去拿个大盘子过来，我打开，待会儿分给大家尝尝。宁儿，去拿个大盘子过来，我打开，待会儿分给大家尝尝。王妃，其实这是榴莲，这榴莲是王妃您的最爱，府里的人都不会跟您抢食的，所以这榴莲都是您的，我们都没有人吃。哎，那不行啊，这么好的东西，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吃独食呢？王妃，您还是自己吃独食吧，真的，我们都喜欢您吃独食。嗨，福儿，你们别这样啊，这个榴莲真的很好吃的。既然好吃，那王妃您就自己吃，我们看着您吃高兴了，我们也会很高兴。哼，本妃命令你们，一个人过来吃一块。我们能不能说不啊？这是命令，不能拒绝。好吧，希望破灭。这时离安雪堂最近的宁儿率先走了过去，拿起一块肉，一手捏着鼻子，一口一口地吃着，这甜度超乎了宁儿的想象。王妃，这榴莲果真很好吃。你看，是吧？我就说很好吃的，没有骗你们，真的很甜的。这东西甜而不腻，很好吃，你们尝尝。宁儿，你该不会是在骗我们吧？我不会欺骗你们。其余3人也慢慢地走了过来，拿起了榴莲肉，学着宁儿的动作，一边捏住鼻子，一边咬下去。后面的表现则是跟宁儿一样，真香了。王妃，好吃，真的好好吃。我就说了，我不会骗你们的嘛。以后你们应该不抵触了吧？不了，好吃。不行，我要去催促那商人，让他多弄些，实在是太甜了。寿儿和康儿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其味不扬，却口感甘甜，
确实是个好东西。景堂院里，莫云景和凤鸣两个人坐在亭子里，不知道在讨论着什么。在安雪堂进来之前，气氛有些凝重，可安雪堂一进到院子里，两个人身上的戾气瞬间都收敛起来，嘴角含着笑，看着他手中的东西时，两人的表情有些裂开。那个莫云景，你过分了，本座被你气得要死，有什么事明日再说，本座要出去透透气。你以为这么说就能走掉了？天真。阿唐，你来得正好，为兄和你这个夫君啊，三句不投机，你赶紧帮为兄好好教训他。为兄今日心情不佳，就先出府透透气。兄长，你也别出府了，我今日有更好的办法，让你瞬间心情变好啊！你过来。那什么，阿唐，你别负责了。为兄怎么说也是个成年人，为兄知道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情，我出去透透气就好。阿唐，你别管了。凤鸣加快了脚步，想要逃走。干什么？让开！不该你出现的时候出现，现在你应该在的时候就想逃。本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赶紧给我让开！再闻下去，凤鸣可就要吐了。这时，安雪堂突然走到了他们的身边，手中拿起一块榴莲，快速地举到了凤鸣的嘴边。凤鸣刚好吸气，这味道差点没把他熏晕。凤鸣张嘴想要说点什么，谁知安雪堂直接塞入了他的口中，他就这么被迫的咬了一口。这甜味儿瞬间在凤鸣的嘴中散开来。看着凤鸣的表情，安雪堂就知道他被征服了。兄长，怎么样啊？好吃吗？这味道还不错。所以呀，别闻人家臭啊，其实好吃着呢。说完，安雪堂又看向了莫云景。阿景，堂堂不想看我表演呕吐的话，我可以不尝试。啊，阿景，你以前尝试过吗？前几年去过玄国，尝过。所以你是真的不喜欢，哪怕它如此的甜？不喜欢。那是不是我以后不能吃了？为何不能？阿景，你都不喜欢，要是我吃了，一身的榴莲味儿，你怎么能受得了啊？没关系，你喜欢就好，这味道也没有那般让我受不了。编，哼，你就编吧。王爷，何不让属下跟王妃解释一下？如果王妃知道那件事的话，她是不会让你再见到多尔乌的。不必，这件事不必告诉他。可是您，云六，他好不容易找到喜欢的东西，你没看到他脸上的兴奋，别让他知道。是。阿唐，你太过分了，凭什么你就塞给我吃，不塞给莫云景？因为阿景嫌弃是由心而发的，我可舍不得让他受罪。所以你就舍得让为兄受罪？兄长，你瞧瞧你这享受的模样，你哪里受罪了？而且你一个人就已经吃了4块了，你这样像受罪的模样吗？本座这也是为了莫云景好，你既然不喜欢，那本座便替他吃了，早些吃完，他就不用受罪了。行，你怎么说都有理，行了吧？我不跟你争。几人在小院子里吃了榴莲，纷纷散了散身上的味道之后，安雪堂和宁儿便离开了院子。吃好了。阿景，你在写什么呢？给云姨的信。啊？那另一封是写给紫菱的吗？我让他给皇兄准备好一切，等皇兄手臂恢复的差不多，我便会派人将皇兄送去北疆。你是不是怕皇兄留在这里会继续被皇上追杀？父王刚松口放了皇兄，可等百姓们过段时间忘了你的功劳，等父王的人接管了念云城，父王定会重新找借口对皇兄出手。也是，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人不能大批的入京，
若是皇上真的狠起来要对付我们并不能护全所有的人。别担心，等皇兄安全，父王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手。皇兄带兵的能力不比我弱，所以皇上才会想方设法的弄死皇兄。他是怕你们俩兄弟联手，怕你们一起颠覆了他的皇权。说到这儿，安雪堂突然灵光一闪，我终于知道那个曹公公哪里不对了。完了，莫云晨有危险！完了，莫云晨有危险！怎么了？阿景，快，皇兄有危险！说话间，安雪堂猛然转身跑出去，莫云景紧随其后。曹公公，你何时学的功夫？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曹公公。莫云晨眉头一皱，打量着曹公公的脸。堂堂，方才说他不是曹公公，这话是何意？阿景皇兄，此人并不是个太监。在场的人皆是一愣，大家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哎，难道安雪堂看过曹公公的身体？喂，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堂堂是如何得知这人不是个太监？猜的，我猜的，不信你们现在就给他验证一下。当真是猜的？真是猜的。堂堂是如何得知这人不是个太监？猜的，我猜的，不信你们现在就给他验证一下。当真是猜的？真是猜的，不然我怎么可能难不成亲眼看的？不等安雪堂说完，莫云景便已经捂住了他的嘴。检验他到底是不是个太监。我来，我还只是个孩子呀。不是你，难不成是本王？哼，不敢，还是属下来吧。完全没想到，还真的要检验啊。11哭丧着脸，最终还是狠下了心，伸手一摸。他果然不是个太监。这曹公公竟然不是个太监，那他到底是谁？堂堂还是赶紧想个说辞，不然回房后回答不上来为父的问题，你会很惨。哟呵，这个男人竟然敢威胁我！堂堂还是赶紧想个说辞，不然回房后回答不上来为父的问题，你会很惨。哟呵，这个男人竟然敢威胁我，可真是出息了。你到底是谁？此人紧咬着嘴，只是冷冷地看着莫云晨，随即低下了头，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模样。你们之所以没有认出来，就是因为他这张酷似曹公公的脸。如果我没有猜错，此人跟曹公公是双生子，所以才长得一模一样。听到安雪堂的话，此人的脸有一瞬间的惊讶，不过到底是个将死之人了，家人还被控制着呢，他这个时候就算是死也不能说什么了。曹公公呢？你既然冒充顶替了他，那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死了。阿景，拖下去处理了吧。莫云景看了眼云四，云四当即点头，压着这个人就离开了。弟妹，多谢。不客气。阿景，今日忙吗？为兄有话跟你说。阿景，那你先和皇兄聊着。哦，对了，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兄长想跟我说什么？父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皇兄指的是……父王先前恨不得将你我一同斩杀，如今他对你态度不明，近日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皇兄对于母后有多了解？母后这一生在深宫中并不开心，她就像是一只被困在牢笼的金丝雀，日日寡欢。不过好在她还有我们。在我印象里，
母后只有见到我们的时候，脸上才会出现笑容。母后怀第3个孩子时，她可有跟皇兄你提及过什么？阿景，你问这话是何意？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没什么发现，只是现在想来，当年的事情恐有许多隐情。当年母后被送进冷宫后，兄长你见母后的次数比我多。被送进冷宫，母后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母后那时虽被打进冷宫，可她脸上的笑容明显要比以往多。肚子里的孩子，她很喜欢。当然，对于这个孩子，她很小心翼翼地护着，每日用膳，她都会试毒，生怕有人会对这个孩子下手。那孩子到底是谁的？明知道那不是父王的种，母后还这般护着，她试毒恐怕是防着父王。到底是谁的孩子，值得她用命保护？阿景，你在想什么？你突然提及母后和那个孩子，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还有母后的死，到底跟父王有没有关系？目前很多事情我还在查，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父王并不是杀害那孩子的凶手。杀害孩子？阿景，你这话是何意？母后不是难产而死，那孩子不是还在母后的肚子里？莫云景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把化缘大师跟他所说的话告诉莫云晨。当然，莫云景并没有把先皇后被人凌辱、孩子生父不是皇帝的事儿告诉莫云晨，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先皇后和奶娘以及那化缘和尚一起谋划将孩子偷出宫外，以及孩子和奶娘被神秘人追杀的事儿。当莫云晨得知那孩子死得如此凄惨时，震惊愤怒。畜生，这都是什么畜生？竟然对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婴儿做出如此残忍之事。皇兄先莫要着急，这件事交给我，如今你只需要将伤病治疗，等恢复后我便让人送你去北疆。那你呢？你让人送我去了北疆，那你怎么办？你我两人，父王不可能都放去北疆，一旦我离开，你以及整个北疆王府都将是他日日夜夜监视的对象，甚至他还会转移目标，抓住安雪堂作为威胁你的棋子，让我为兄就这么离开肯定不行。若真要留一个人作为父王威胁你的棋子，我一个人就够了。反正他一直都是那个父皇威胁阿景的棋子，阿景有信心能救他于水火。可说实话，莫云晨没有信心保证自己能救阿景，还能保全北疆大军。知道他在想什么，莫云景出声：这些事过后我们再讨论，皇兄想把身体养好。阿景，你……皇兄莫要再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只有你身体恢复，不再受制于人，接下来的事情都好说。阿景，你是饭桶吗？你竟然一个人吃光了所有哎！那你以前跟我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吃饱过呀？并非，只是今日这是堂堂亲手做的饭菜，舍不得浪费。那你肚子还好吗？本王这肚子确实撑到了，不知这位美人愿不愿意跟着本王一起出去走走，消消食。紫菱跟你来了信，说是你愿意陪本王出去走走，待会儿回来就让你看信了。莫云景，你最近学坏了哦，谁让你威胁我的？你信不信日后我都不会跟你出去散步了？不信，本王知道堂堂舍不得。说话间，莫云景站起身来，去给他拿了个厚披风，随即牵起安雪堂的手，两人往外走。阿景，这王府其实挺大的，皇上不是不喜欢你吗？他怎么愿意把如此大的一个府邸给你啊？还是说这府邸是你后来自己建的？是母后出银子建的。原来如此。对了，提到母后，阿景，你还记不记得那2个来抢母后画像的人？其实我今日出门去寻找榴莲时，我见到了那个被我用硫酸泼伤的那个人了。莫云景停下脚步，两人面对面站着。
安雪堂拍了拍莫云锦的胳膊，阿景，你先听我说。今天发现那个人的时候，他正在帮一对老夫妻，那对老夫妻被家中的儿子欺负，他好像看不惯，所以才出手帮忙。正因为这件小事，我并没有让福儿将他抓回来，一来是怕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二来呢，我相信一个能无意中做善事的人不会是什么大恶的人。我已经让福儿盯着他了，看接下来他会怎样做，他又到底为何非要抢母后的画像？他先前不是消失在瑶山了吗？这次看福儿能不能跟紧他，一并找到他们的窝藏点。这做法不错。你不会怪我没有当场抓人吧？毕竟那2个人也是我们这些日子想要找的。不会，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般做。当初在金川寺，那2人本身就对你我没有杀意，他们只是想抢画像。今日我跟皇兄才提及这件事，那2个抢画像之人恐知道母后画像的秘密，又或者他们和母后之间可能还存在什么关系，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安雪堂赞同的点头。莫云锦母后留下的谜底实在太多了，多到他一想起来就脑袋疼。安雪堂一个外人都如此闹心，更别说莫云锦这个亲儿子了。阿景，不管发生了什么，你现在身边都有我。怎么醒这么早？阿景，你往后这样的眼神只能看我，不许看别的女人。除了堂堂，别的女子怎可入了本王的眼？我发现你这个人越来越会甜言蜜语了，不过你可得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若背叛了我这个人呢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就算要离开你，也会把你这张脸给毁了。反正我得不到的美貌，别人也休想得到；反正我得不到的美貌，别人也休想得到。所以堂堂只是看得上为夫的这张脸？自然，若不是阿景这张脸让我如此迷恋，我当初在小木屋时早就跑了。莫云锦危险的眸子微微眯起，只见他搂住了安雪堂的腰身，手略一用力，下一瞬安雪堂整个人都趴到了他的身上。你想干嘛？你说呢？莫云锦的声音低沉暗哑，带着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这个男人了，他这个样子，安雪堂立马就想到他想干什么了。啊，你可别忘了啊，阿景，我今天还要给兄长做手术呢，这手术做起来怎么也需要3-4个时辰的。你若是现在把我折腾累了，我可不保证自己能站那么久做完手术。莫云锦最终还是忍不住，啪的一掌轻轻拍在了他的臀部。本王在你心中就如此不靠谱，如此不知轻重。本王在你心中就如此不靠谱，如此不知轻重。还靠谱啊，我家阿景最靠谱了，所以如此靠谱的阿景，可否先放开我呢？莫云锦不仅没有放开安雪堂，反而更加用力地抱着她，脸埋在安雪堂的锁骨处，用力磨蹭了几下。堂堂，谢谢。安雪堂眼角弯着，并不否认自己为他做的事情，也不挣扎的就趴在莫云锦的身上。对了，有件事我忘了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啊？是子玲的事。他来信说想要培养一支猛兽军队，我想他应该是不满足手底下仅仅有那些老虎了。这事儿不可。别看我们现在能够控制老虎，可是我们能控制，如果有一天别人也能控制呢？一旦他们反过来对付我们又有几成把握不受伤？再说了，你别看猛兽控制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需要宠爱，猛兽也需要，一旦数量多了，子玲肯定顾不过来。猛兽到了那个时候，只是作为杀人的武器，没有感情的杀人武器。旁人想要收买呀，阿景不觉得更会容易些吗？就像是人，若不是阿景对云六他们有感情，
他们处于这个位置，多少人想要收买他们，让他们将你一军呢？正因为你对他们有感情，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诱惑，也不会背叛你的。老虎也是一样，我们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护，他们都是有灵性的动物，会一直忠于我们。总之啊，紫菱的想法我不支持，10几只、20几只对他来说已经够用了，若是再多一些，他会管不过来的。好，我会给他写封信，让他自己做取舍。不过他要是有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支持他的。只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他身边已经有10几只老虎了，不管做什么，其实也都够了。相信他，他不是小孩子，有能力保全自己。阿景，我现在要去一趟朵儿那儿，今日呢要给皇兄做手术，我就去问问他，到底要不要和皇兄见一面。好。他的皇兄他了解，花朵儿和皇兄之间，只怕是永远都不可能了。可若是不让糖糖做些什么，他恐怕又不会死心。罢了，随他去吧。对了，阿唐，你这么早来找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朵儿，你应该知道我今日是要给太子做手术了吧？知道。那你到底怎样想的？真的不愿见他一面？你可知道这次手术做完，等他稍微恢复，我家阿景就要送他回北疆了。毕竟这京城对于他来说不是安全之地。阿唐，我不能去见他。好，你若决定了，我自然不会逼你。不过朵儿，作为朋友，有些话我不想瞒着你。其实今日的手术，我并不是100%能够保证万无一失的。阿唐，你这话是何意？我并不能100%的确定手术不会出现意外，我只能说我尽量的不让它出事。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朵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场手术，它极有可能会出现危险，是吗？是。作为朋友，我不希望你有遗憾。假设这是最后一次见他的机会，你到底会不会去见他一面？假设这是最后一次见他的机会，你到底会不会去见他一面？选择权在你。手术定在了4时，你还有一点时间考虑。我真的希望你认认真真的考虑，然后做一个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决定。阿唐，谢谢你，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好，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阿唐，谢谢。安雪堂和宁儿离开之后，花朵儿一个人在房间里待了1刻钟，随后她将小红喊了进去。小姐，怎么了？小红，帮我找套好看的衣裳。奴婢这就去。这位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莫云晨的这句话令花朵儿瞬间僵硬了身体。姑娘，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陈公子果然贵人多忘事，好歹在兰国时，我们也是相处过几个月的朋友吧？这么快就把我忘了？提到陈公子3个字，还提到了兰国，再加上这张熟悉的脸，莫云晨瞬间就想起来了，他甚是不可思议。你是朵儿？陈公子终于想起来了，朵儿还以为陈公子恐怕连朵儿这名字都忘了呢。朵儿，你可别揶揄我了。不过，你怎么会在这儿？当初兰国改朝换代，你不是……他不知想起了什么，将差点脱口而出的话憋了回去。朵儿，先进屋吧。花朵儿没有拒绝，他在心里给2个人的定位，不就是当初两小无猜的朋友吗？眼下也没什么好别扭的。北疆王妃，您说我们小姐和太子还有可能吗？在小姐身边这么多年，她对太子有多喜欢，奴婢太清楚了。可是我们小姐她跟太子还有机会吗？这样好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女子的故事尤为传奇。
这个女子是一个二婚女。二婚呢，就是嫁过2次。这个女子叫海兰珠，别看她是个二婚女，她进宫后就被皇帝日夜宠幸，成为众妃之首，封号更是独一无二。其实关于海兰珠的出身可以说是无解之谜，因为她在26岁之前的信息是一片空白。当然了，关于她的一切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帝王有意删除。但你们想想，在这世间，女子一般10几岁就嫁人，何况海兰珠还是蒙古部落贵族之女，她那样的身份是不可能会晚婚的。所以说她是二婚恐怕都说少了。但她26岁还是有能力嫁给了当时的帝王。按理来说，像皇上这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但就是这样一位大龄女，不知身上有何魅力，就真的把当时的皇帝给迷住了。后来海兰珠入关雎宫，被册封为纯妃，在5宫中排行第2。当时海兰珠在后宫可以说是如日中天，经常被皇帝宠幸，并生下了皇八子，而且皇上还有意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只可惜皇八子福气浅薄，活了不到1岁就去世了。爱子的夭折使得海兰珠备受打击，再加上海兰珠本身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从此她一病不起。没多久她就病逝了。皇帝得知她死讯之后，匆忙地从战场赶回来，看到她的尸体伤心过度，数次哭到晕厥。后来皇帝下令厚葬她，而没了海兰珠的皇帝2年后也跟着去了。这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爱情，太感人了。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不是让你们感动到掉眼泪的，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女人无论她经过什么，只要遇到对的人，只要遇到那个愿意包容她宠着她的人，她就会得到幸福。你方才问我的问题，从这个故事里得到答案了吗？所以我们家小姐会成为第2个海兰珠，是吗？你们小姐会比海兰珠更幸福，只要她做了正确的选择。宁儿、康儿，你们去带着太子做术前准备吧。好。太子被带走之后，花朵儿的笑容渐渐僵硬，直至消失殆尽。安雪堂知道，花朵儿此次应该是死了心了。阿唐，我先回房了。好，晚上等我一起用膳。就知道吃。好啦，快进去做准备吧，我帮不上忙就不在这里待着了。去收拾东西，我们准备离开北郊王府。小姐，您在说什么？小侯，去收拾东西。还有阿唐现在要准备给太子做手术，你莫要拿这件事去烦他，不然休怪我不要你。被猜中了心思，小红只能强忍着泪水去收拾东西了。花朵儿进屋之后，拿出了纸笔，给安雪堂留了一封信，放在了桌子上。准备进无菌室的安雪堂拍了拍莫云景的肩膀：“阿景莫要担心，我会尽量保证万无一失的。”好，我相信你。1个时辰之后，云瑟过来向莫云景汇报：“王爷，花姑娘要离开王府。”现在？是，她和她的婢女已经到了大门，想要我们打开门放她离开。让她走，给她多一些备用的银两。是。接手臂的手术难度很大，安雪堂预料会花个3-4个时辰往上，最终还是花了5个时辰才彻底结束。结束之后，莫云晨并没有醒来，他这个状态还不能离开无菌室，所以便留他在这里时刻观察，他怕出现情况宁儿他们应付不过来。1天1夜过去之后，直至莫云晨没有出现高烧感染的状况，安雪堂这才彻底放心。见他松了一口气，凤鸣说道：“他这算是度过危险期了？算是度过危险期了？”“算是度过危险期了，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放心吧，你先回去歇一歇，你已经10几个时辰没合眼了。”“兄长，你不也是吗？你也回去吧。”
我让阿景安排人来守着，只要不出现发烧的症状，就不会有大事的。你不用管我，我自有安排。他也在外面守了10几个时辰了。安雪堂一惊，转身往外走。莫云锦看到了安雪堂，随即走到了他的身边，一把将他抱起。是不是可以回去休息了？安雪堂突然被公主抱，心不由得悸动了一下。这院子里还有其他人呢。他拍了拍莫云锦的肩膀：“阿景，你先把我放下来。”莫云锦并没有听话地将他放下，直至将他抱回了景堂院。全是一群废物，这养着你们有什么用？废物，一群废物！他之前派曹云去暗杀莫云晨，但是却被莫云景的人给弄死，扔到了乱葬岗。这件事儿本来就让他够生气的了，没想到自己派人去北疆王府打探消息，可每一个去的都被云家军给制服。他气不过呀，这京城是他的地盘，让人去北疆王府打探个消息，为何还如此困难？皇上，身体要紧，这件事儿慢慢解决。解决？来，谁来告诉朕怎么解决？要怎么解决？奴才倒是有个想法。说。皇上，既然众位大臣和御林军都没办法闯进北疆王府，那皇上您不如亲自出马，您微服私访北疆王府，奴才就不信北疆王府那些个下人还敢将您拦在门外。你想让朕亲自去？是啊，皇上，您也了解北疆王的脾气，他若是不愿意，朝中哪个大臣能进去？但是皇上您就不一样，您的身份摆在这儿，北疆王再大的谱也不敢拦着您。而且恕奴才多言，皇上您近日来不是就想着和北疆王好好相处吗？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去北疆王府关心关心北疆王。准备准备，朕明日出宫。阿景，我们单独聊聊。凤鸣不等莫云景回答，便看向安雪堂，还有些阴阳怪气的。阿堂，走吧。对待这种过河拆桥的人，为兄可真的是一刻也待不下去。凤鸣这般赤裸裸的话，让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莫云晨的脸色黑沉黑沉的。阿景，那我就和兄长先回去了。好，紫菱给你来了信，我放在桌上了。好，我现在回去看。说完，安雪堂便拉着凤鸣离开，看起来很欢脱，就连跟莫云晨说一声的意思都没有。阿景，你也不管管他，女子当谨言慎行，矜持自重。他这般随意就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成何体统？皇兄，凤鸣是他的兄长，我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莫云晨见他是这种态度，心中对安雪堂的不满便越发浓烈了。可他知道物极必反，现在阿景这么护着这个女人，说再多也不过是会让阿景跟他离心。于是他转移话题。北疆那边的情况如何？你当真要我独自去北疆？那边紫菱在，我已经给他去了信，让他提前做安排。阿景，你知道我要问的并不是这个。我相信皇兄，他们也相信皇兄。可北疆大军和百姓未必相信我，毕竟我就这么去了北疆，就等同于将你留在京城做人质。在这种情况下，北疆大军和百姓又如何欢迎我？他们只会觉得是我害得你落在了皇帝手中。皇兄多虑了，北疆大军也好，百姓也好，他们只服强者。皇兄的能力完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再说北疆兵符现在在紫菱手中，北疆大军不敢对皇兄质疑。哎呀，你怎能将兵符这么重要的东西留给他？他不过是个10来岁的毛头小孩，他能懂什么？皇兄莫要这般轻易质疑别人的能力。罢了，我有些乏了，你回去歇着吧，我要歇着了。
莫云景让先前的大夫进来照顾莫云晨，随即转身走出门外。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了下来，认真说道：兄长，我向来自视甚高，亦曾幼稚的以为我特制的香包。你将身上的香包送给了一个男孩。我送是送了，可是我送的是一个长得很好看又很可爱的女孩子，并不是男孩子，你放心。所以紫菱提及的这个男孩，你怀疑就是你遇到的那个女孩所扮？聪明。你也知道我本身就喜欢长得好看的人，我看那女孩长得好看，嘴又甜，所以就给她了。说实话，我当时还想着，这么好看的人若是当了我的儿媳妇儿，那得多好啊。没想到她就跟紫菱碰上了。阿景，你说这是不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啊？糖糖，紫菱才10岁。10岁又怎么了？你们这不是经常会有什么指腹为婚、定娃娃亲之类的吗？糖糖，你现在不应该先担心这个女孩为何要女扮男装进入北疆营。对啊，她为何要进北疆营？糖糖在哪儿？
府中的人不去迎接，他就不进来。安雪堂刚到门口，就见黑着脸的皇帝。哼，北疆王妃好大的架子，竟让朕在这儿等了这么久。儿媳见过父皇，还不等皇帝说平身呢，安雪堂就已经站直了。你竟敢！北疆王妃不要让人看了笑话，这礼并不是这么行的。啊，原来不是这么行礼啊。那这位公公不妨示范一下。够了，丢人现眼。他说完甩了甩袖子，抬脚就往里走。对于这个女人，皇帝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弄死她，不过并不急于现在。将莫云晨带过来见朕。莫云景一动不动，而安雪堂忽而笑了一声。哼，在这么紧张的气氛下，安雪堂这笑声着实有些突兀了。你笑什么？皇上，皇上，不好了！皇帝被安雪堂气得不轻，这太监又说什么不好了，他更是怒火中烧。皇上，不好了！两位将军被咬得面目全非。怎么回事？还来不及解释什么，大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嘴边还有些许血迹。皇帝又不是傻子，这还有什么看不懂的？更令他震惊的是，这大虫竟然走到了安雪堂的身边，还用脑袋拱了拱安雪堂的小腿儿。安雪堂当即蹲下，轻轻地揉了揉他的脑袋。怎的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啊？脏死了！我让云六带你去洗洗。说完，大子便轻轻回应，随即转身离开了。这安雪堂到底是什么人？父皇可会替那两个将军讨回公道？若不是他们试图闯进我大子的地盘，他们也不会被咬。所以他们受伤是活该。无论父皇想往我们头上安什么罪名，
我都不会认的。莫云锦全程没有说话，往那儿一站，就给安雪堂为非作歹的底气了。哈哈哈哈哈哈！真不愧是天霸国的北疆王妃，有种配得上王妃这个头衔。啊，皇帝转变的态度有点太快了，脑子没病吧？今日之事，朕不过是跟你们开个玩笑。至于那2个将军被伤，那是他们乱跑自找的，日后谁也不必提及。啊！安雪堂抿嘴，这皇帝满脸写着算计，不知他到底究竟想干些什么。父皇先前说让我们北疆王府负责接待玄国使臣的事儿，是真的吗？自然，朕圣旨已下。是这样的，父皇您也看见了，我们这北疆王府过得已经很拮据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财来招待那些玄国使臣。再说了，儿媳可是听说那些玄国使臣很是挑剔呀。我敢肯定，以北疆王府现在的财力，绝对是照顾不周的。如果父皇您非要让我们北疆王府来招待，那也行啊。父皇您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些财力、物质上的支援，父皇您觉得呢？先前传旨太监回去之后，就已经将这件事跟朕说明了，当时给朕气得不行。但是朕已经让人送了金银10万两过来，这还不够。皇帝清了清嗓子，朕不是已经让人送过来金银10万两？安雪堂心中忍不住的冷笑，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父皇，您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的物价了呀？您拨过来的金银10万两，儿媳才装饰了一个房间，全部都花光了。光房间内的一个花瓶，就算买最普通的，也需要1、2万两啊。好，朕再叫人送来黄金100万两。至于花瓶等装饰品，再让人从皇宫运过来一些，这样可够？您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的物价了呀？您拨过来的金银10万两，儿媳才装饰了一个房间，全部都花光了。光房间内的一个花瓶，就算买最普通的，也需要1、2万两啊。好，朕再叫人送来黄金100万两。至于花瓶等装饰品，再让人从皇宫运过来一些，这样可够？哼，早这样不就好了？啊，够了够了，要是不够，到时候儿媳再跟父皇您要啊。还要？你怎么不去抢？朕此次来看你，顺便也想看看你皇兄。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朕的儿子，朕也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这是硬的不行，要来软的了。多谢父王还承认皇兄的身份，不过皇兄身中剧毒，如今不便见客。他当真中了毒？什么时候中的毒？皇兄什么时候中的毒，我以为父王是最清楚的，不是吗？罢了，朕今日出宫时间够久了。启程，回宫。阿景，你说这皇帝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他对你的态度怎么翻天覆地的？宫里眼线传回消息，皇宫里添加了不少人马，他好像在防着谁。阿景，你的意思是皇帝意识到自己会有危险？哼，你说皇帝故意这般对你态度转变，是不是想让其他王爷皇子将注意力转移到你这儿来，然后让你们兄弟之间相争，他就可以自己高枕无忧了？不排除这个可能。好了，别想了，我们先去皇兄那儿瞧瞧。好。父王来干什么？可有为难你们？他为难不了我们，不过他本就疑心重，今日没见到你，定会以为我们2个人在密谋什么，他不会就此罢手。是啊，他向来就疑心重。皇兄，离开前你可有什么需要安排？府里的下人都发1笔银子遣散，至于画乡，太子府留给他住，那2妾室
给他们一笔银子送回娘家。皇兄，在你正式安排之前，我有件事情想与你说。你说。紫菱在太子府中的时候，曾被人下过毒。紫菱中毒？这事儿不仅让莫云晨一愣，连莫云景他也是刚知道。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弟妹这话是什么意思？紫菱中了什么毒？严不严重？你们别急，紫菱刚到我身边的时候，确实是中了毒。好在这个毒不是剧毒，在他体内也不过几年，能用药物解。如今他已经没事了。是什么毒？一种能让人断子绝孙的毒。莫云锦和莫云晨的眼眸里隐隐露出杀气。安雪堂继续说道：据紫菱说，这些年来她的饮食都是由画香负责。我本来不确定这毒会不会是画香所下，可自从见过她那一面，我便想，这毒除了她，恐怕无人会下了吧。可画香一直说他把紫菱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这话有嘴的人都能说。可在我面前，他待紫菱确实如亲生儿子。你也说了是在你面前，人前做人，人后做鬼，这种事皇兄你又不是没有遇到过。这世间最不缺的就是背后耍阴招之人，不是吗？皇兄可是要留着他？莫云晨沉默了片刻，深深的闭上了双眸。阿景，你看着处理。还好，他没有说什么念在夫妻一场，然后放过之类的，不然安雪堂非要教莫云晨如何为人父了。方才青云阁来了消息，据他们透露，是关于阿唐的那个传言在江湖上传开了，得该女子者得天下的言论已经在江湖上彻底传开，而且现在江湖上的人都已经知道明灯大师说的女子便是北疆王妃。得他者得天下，这个传言一旦传开，日后恐怕堂堂都不得安宁。好在青云阁承诺他们那边会尽力帮我们转移注意力，本座让他们传出去，明灯大师口中的女子另有其人。为了证明我们确实也在下功夫找这位传奇的女子，本座已经派了寻塘谷的部分人马去做戏。你看你这边也得安排一下，找些人应景的去找那个真命天女。可查出是谁把这流言传开？不知啊，不过本座猜测，除了你那几个好皇兄啊，别无他人。除了你那几个好皇兄啊，别无他人。但至于会是莫云仁还是莫云泽，这要你自己去查。莫云景目光疏凉，抬脚就走，凤鸣也紧随其后，两人一同出了景堂院。院子里，安雪堂正在给福儿清理手臂上的伤口。凤鸣看到这一幕，脸色一沉。怎么回事？奴婢走路不太小心，摔在地上，擦伤了手臂，无碍。本座问的不是你如何受伤，而是你为何让堂堂王妃给你处理伤口。就这点小伤，你自己不能处理？就算你不能处理，还有宁儿几个，你凭什么让阿唐动手给你处理？你哪来的架子？福儿连忙收回了手，态度变得异常认真。对不起，是奴婢的错。兄长，你干嘛呀？是我自己愿意给福儿处理伤口的，你想干嘛？奴婢知错，还请王妃处罚。这有什么好罚的？我都说了，是我要给福儿处理伤口。兄长，你怎么回事啊？阿唐，你不懂，为兄在教训他们，你别插话。有我在，你就别想无理取闹的，没事找事儿。你们4个先下去。哼，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北疆王的话？福寿康宁4人这才起身离开了院子。阿景，兄长，是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进去说。莫云景，你跟阿唐解释，我还有点事儿。说完，他便离开了。
他这急匆匆的模样让安雪堂忍不住蹙起了眉头。阿景，皇兄这是咋了？没什么，这段日子袭击北疆王府的人摇了眉目，我们进去说。安雪堂顾不上别的，跟着莫云景先进了门。莫云景便把青云阁传来的消息说给安雪堂听。阿景，你能不能找到那个明灯大师啊？堂堂找他做事？这些关于我的传言都是从他嘴里传出去的，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这世间谁不想要天下，谁不想要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这个流言在，我就会一直成为世人想要抢夺的宝贝。所以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找到他。既然大家都对他传出来的话深信不疑，那我便让他改口，把关于我的流言改了。这办法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可那明灯大师行踪不定，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去找，在这之前，青云阁的人会帮我们混淆视听，转移目标。堂堂莫要操心，千万别让我碰上那个明灯大师，不然我定要手刃他。好。福儿，是不是本座对你容忍度太高，竟让你找不清自己的位置？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耍心机，你可真有本事啊！奴婢不敢。不敢？福儿，你当真以为我和莫云景是傻子？以你这身功夫，你会不小心摔倒？还是你以为你故意弄伤的伤口我们看不出来？阿唐不傻，他是足够信任你，所以没怀疑过你的伤口的具体情况。可你真当人人是傻子？你故意让自己见血，你故意把伤口弄在脉象上，是不是等着阿唐发现你体内的毒啊？福儿，们现在这般耍心眼，又是闹哪样啊？这件事是福儿自作主张，宁儿他们几个并不知道，请谷主惩罚奴婢一人。本座自然是要罚你。这里是解药，吃了立刻给我滚！吃了立刻给我滚！谷主，凤鸣不想听他任何解释。巡逻，送他离开。没有本座的命令，谁敢让他接近阿唐，都给本座滚出巡堂谷。福儿被带走之后，凤鸣扫了眼地上跪着的宁儿几人，深深地闭上了眼睛。你们最好别学他。他的声音听出来有一种无力感。说完，他便转身进了房间。门关上之后，宁儿才敢抬起头。他弱弱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说完，他便起身径直离开。康儿动了动嘴，想要叫住宁儿，寿儿却把他给拉住了，让他一个人静一静。苦主这一掌，若是再偏些，你这小命不保啊！也是，谷主肯定不会轻易让你死的。对待我们这些人，他向来宽容。只是再宽容，在王妃的事情上，他还是不容许出现一丝差错。福儿，你在他身边待得最久，这你应该更清楚才是。可你今夜怎么会做出如此不经思考的事情来？其实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想知道，我在他心里是不是真的一点分量都没有。事实证明，我输了。福儿，你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也觉得我自不量力，自作多情？他也不想的，可福儿控制不住自己。凤鸣的那个吻，他也想忘记，他也想让凤鸣别这样每日每夜的出现在他的梦里。那一刻，他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爱。他爱上了凤鸣，爱会让一个人变得疯狂，失去理智。他不愿意相信凤鸣会为了安雪堂而杀他，可方才凤鸣的杀意令他真真切切的醒悟了。
你还想回到王妃身边吗？不，我怕我看见他无条件的对王妃好，无条件的宠着王妃，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控制不住自己的嫉妒。那你……我回谷中帮王妃继续找她需要的原材料。放心，忠于王妃依旧是我这一生职责所在，不能在她身边，也不会影响我继续为她而活。荀洛知道了福儿的心思，也不敢生出让福儿继续待在王妃身边的想法。他和他们一样，这一生的职责都是以命护着王妃。寻唐谷的宗旨只有一个，保护安雪堂。看到荀洛为难的表情，福儿苦笑一声。荀洛，你回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会赶回寻唐谷，到了给你传信。好，那你注意安全，替我好好照顾他。荀洛知道福儿说的是谁，这会儿了一声，便起身离去。次日，安雪堂醒来之后没多久就发现了不对劲，身边向来会隐藏情绪的宁儿情绪低落的连他都看得出来，还有福儿，今日院子里竟然见不到他的身影。宁儿，你实话告诉我，你们几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王妃，福儿回寻唐谷了。啊？这么突然？为什么突然回去？这是谷主的安排，具体的事情奴婢并不清楚。所以你一大早看起来就无精打采的，是因为这事儿啊？王妃对不起，是奴婢失职。罢了，我去找兄长问清楚。说完，安雪堂松开了宁儿，径直往外走。他刚出门，凤鸣就出现在了安雪堂的院子里。他每日都会和安雪堂一起用早膳，现在他知道他吃一顿就会少一顿。在最后的时间里，凤鸣想自私一些，想跟他吃便跟他吃，也不必管莫云锦是否会吃醋。小懒虫，你终于起来了。兄长，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要问你。两人进了屋子，不等安雪堂开口，凤鸣便主动说道：福儿非走不可。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过就是突然发现谷中的生活更适合他罢了。给我说人话。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了你。福儿他犯了错，本座便罚他回了谷中思过。不过本座发现他确实适合在谷中管理谷中事务，以后他不会出现在这儿了。你身边有宁儿他们3个就足够了。福儿犯了什么错？他一直在我身边，我怎么都不知道他犯了错。阿唐，你信我吗？你说。只要我坚决不留在你身边的人，不要多问，你听就好。为兄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了你。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我只能说有句话叫做天机不可泄露。安雪堂心头一震，他知道自己怎么来的这世间，也知道凤鸣的情况。他这么一说，便让安雪堂联想到了很多情况，默默地点了点头。好，我不问便是。这才乖嘛。但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对福寿康宁4人狠心打骂，他们都是我的人，我都舍不得打，你不能太过分哦。好好好，都是你的人，我不打也不骂，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王妃，府里来了个不速之客。这会儿又是谁会来？王妃，府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宁儿，可这来人是谁啊？启禀王妃，是太子妃，她带着皇上的圣旨闯了进来，说是要来见太子，此刻已经在府中乱走了。原来是画香，安雪堂正愁没时间去找他，他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个人还真是自不量力。对了，王爷呢？他一大早去了哪里？宁儿小心瞥了眼凤鸣，见凤鸣微微点头，他才说道：启禀王妃，王爷说他有要紧事要处理，今日都不会回来了。他要干什么去啊？为何昨晚都没有和我说过？是，他说有些事情需要秘密去办，回来再跟您细说。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兄长，你是不是也知道点什么？阿景去哪儿了？阿唐觉得我能知道什么？你夫君可是北疆王，他每日面对的都是什么兵法、战事之类的事情，我能知道些什么？当真？安雪堂的第六感告诉他，莫云锦和凤鸣两个人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凤鸣肯定是知道莫云锦去了何处。真的？你这小脑袋瓜子能不能别乱想？赶紧去将那女人赶走，她都进了你的地盘乱跑了，你还有闲心在这儿聊这些无关紧要的？也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将那个女人赶走才是。你们把她藏到哪儿去了？所以你这是准备来继续给太子下毒了？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给太子下过毒？你什么你啊？想来上次在太子府你没有受到教训了，还敢用你那爪子指过来？看来你是真的不想要了。你还敢提及此事？安雪堂可不想在他的身上浪费时间。别废话，你来干什么的？自然是来见我夫君。父王的圣旨在这儿，你们若是不让我去见他，就是抗旨。华香说这话时一脸的得意，就好像他手中有圣旨在，就可以目空一切了。只可惜下一秒，宁儿却伸出了手，将他手中的圣旨给抽了过来，二话不说便直接撕碎。华香以及他身边的两个婢女都看傻了。放肆！你这下贱的！华香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安雪堂的一巴掌给扇了过去。不仅如此，他还紧接着踹了他一脚，瞬间让华香倒地了。华香，你让紫菱吃的苦，本妃定要让你10倍偿还。我什么时候让他吃过苦？我待他如亲生，这一点谁不知道？所以你是想说自己对亲生儿子也能下毒了？你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没有，你休想将罪名安在我头上！哼，大子，咬他！大子得到了命令，仰天哦一声，随即扑在了华香的身上，咬他的手、肩膀和脸。华香杀猪般的叫声响彻了整个王府，可安雪堂却一点叫停的意思都没有。华香最终吓得连连大喊：是我下的毒！别咬了，畜生滚开！给我滚开！别咬了，畜生滚开！给我滚开！大子，他居然连你都敢骂，给我继续咬！大子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成神了，他咬归咬，但伤口却不是致命的，只不过是想让华香毁容，身上多处见血。华香有种自己的命就要交代在这儿的感觉，也不知想到了什么，他怒喊：安雪堂，你难道不想知道北郊王喜欢过的女人到底是谁吗？你难道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的替身吗？这女人竟然说我的阿唐是个替身，有意思。大子，回来！你当真以为自己就是莫云锦真心喜欢的女人？别做梦！行，请开始你的表演。你可以不相信我，你不如去问问他，看到底他敢不敢承认莫云锦喜欢的女人是你。云似面无表情，听到华香这么说，他也没什么反应。华香恶狠狠地盯着安雪堂。安雪堂，你以为自己有资格当这个北郊王妃？安雪堂，你以为自己有资格当这个北郊王妃？你不过是挟恩图报，要不是你阴差阳错救了受伤的莫云锦，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个北郊王妃的位置给你？你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能耐？你以为你能做得稳吗？怎么，我就算挟恩图报又如何？那我也是对他有恩的。这世间恐怕有不少女人都想对他有这个恩，可终究没有机会。所以你这是羡慕嫉妒我？嫉妒？可笑！安雪堂，你有什么值得我嫉妒？你就算当了这个北郊王妃又如何？
这辈子你终究不是他第一个女人，你也不是他心中所想的女人，你有什么好得意？所以我家阿锦心中所想的女人是谁啊？我又是谁的替身？想知道？有本事你自己问北疆王啊，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不过我可提醒你，想知道？有本事你自己问北疆王啊，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不过我可提醒你，那个女人是北疆王逆鳞，谁提谁死，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那你这是不打算说了？我就不说，有本事你弄死我。我的确没有本事弄死你，说到底你今日可是捧着皇上的圣旨来的，我倒不会傻到这么不给皇帝面子。若不是莫云锦说还没有找出画像背后的神秘力量，安雪堂早就让他死无全尸了。听到安雪堂那样说，画像刚刚松了口气，可下一秒他却又尖叫连连。不知从哪儿来的青蛇，有好几十条，一起扑在了他的身上，咬他的脸，他的脖子。画像在地上翻滚叫唤着，可他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的2个婢女早就被吓晕过去了，哪里还顾得上他？于是画香就这么被咬得面目全非了。画香，这世间那么多兵器你不学，你偏要学剑，学也就学了，偏偏还上剑不学，学下剑。下剑招式那么多，你竟然学了醉剑，如今还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贱人！在场的人听安雪堂的这番话，皆是憋着笑。云四，找几个人把他们送回太子府，并给他找几个大夫。是。放画香进来，本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早就得到消息，知道画香会带着皇帝的旨意来，他出门之前便已经交代了。用王爷的话来说，王妃对画香积怨已久，若是画香主动送上门来，那就让王妃先出这口恶气。就因为莫云景的这句话，他才把画香放进了门。如今目的达到了，王妃也出了气，也是时候送人离开了。回到了景堂院，安雪堂的表情依旧很臭。怎么，画香的话你还放在心上了不成？兄长，为何你觉得我不应该放在心上？为兄又不瞎，莫云景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我会看不出来。何止是我，你问问身边的人，谁看不出来莫云景对你的无底线宠爱？别的不说，就说今日把画香放进门让你出气这事儿，难道这还不能代表什么？可不只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他心里有其他人，莫云泽也是说过的。如今这个画香生死关头还这样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巧合。你呀，想那么多干什么？等莫云景明日回来，你自己问问他不就好了？总之啊，有为兄在，莫云景不敢欺骗你的感情。兄长，你是不是知道阿景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他不想说，安雪堂知道也没再问什么。在下江清扬，拜见北疆王妃。免礼。王妃，太子的手臂恢复的如何了？王妃，太子的手臂恢复的如何了？还不错啊，只要坚持每日换药并按时喝药，恢复成预料之中的状态，完全没有问题。只是那只手以后不能拿重物，也不能舞刀弄剑了，这一点你们这些身边的人要时刻提醒他。王妃放心，此事交给在下。啊，对了，江清扬，你可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江清扬认真思考了半刻，摇了摇头。还请王妃明示，在下并未记得今天有何特殊。罢了，当我什么也没有问，你进去看皇兄吧，我先走了。说完，安雪堂便不再停留，转身回了景堂院。王妃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宁儿，
让我缓缓。王妃，你怎么样？要不要属下去请大夫？不必了，安雪堂已经缓过来了。他揉了揉太阳穴，我没事了。说话间，他给自己诊了脉，感受到了脑袋上的异样。他知道这是蛊虫在作祟，不过蛊虫的位置没有变，应该是没有醒过来。哟，某人终于舍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家在这儿了呢。最近胆子挺肥的哈，居然都学会在外面过夜了。若是换了往常，安雪堂只要表现出这副样子，莫云锦早就匆匆过来将他拥入怀中哄着了。可谁知这次莫云锦丝毫没有要过来哄安雪堂的意思。不仅如此，他还在他说完之后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的径直进了房间。他这是什么态度吗？院子里的宁儿也紧皱了眉头。宁儿，是不是我方才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并没有。安雪堂认真反思了一下，着实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他站在原地愣了片刻，也抬脚进了房间。此时房间里的莫云锦已经脱下了外衣，听见安雪堂进门的声音，他都没有回头看他。第一次被莫云锦如此冷落，安雪堂的心里极其不是滋味。他不知道莫云锦这是在闹什么脾气。安雪堂就站在门边，亲眼看着莫云锦脱了鞋上了床，然后躺着盖上被子，闭上双眼，全程都没有给他一个眼神。这就要睡了，一天一夜未归，回来之后不打算跟我解释点什么吗？就这样睡了？安雪堂就这样站着，静静地看着他。他不信他就真的要这么睡了。可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莫云锦却依旧保持着这个睡姿，眼睛都没有睁开，也没有要搭理安雪堂的意思。安雪堂这脾气是忍不了了，直接冲到了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床上的莫云锦。莫云锦，你就没有什么跟我说的吗？莫云锦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说话。安雪堂被他这个态度气得要死。莫云锦，你别太过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冷暴力，比你直接打我伤害性更大。你当真要如此对我使用冷暴力？你能不能别吵，让本王睡觉？你竟然嫌我吵！莫云锦只是开了口，却没有睁开眼睛，这一点让安雪堂更加生气。不过冷静下来的安雪堂却闻到了血腥味儿，他受伤了。你当真要如此对我使用冷暴力？你能不能别吵，让本王睡觉？他受伤了。意识到了这一点，安雪堂哪里还顾得上莫云锦的脾气呀？你哪受伤了？你让我瞧瞧吗？伤口已经处理了，你不用操心。你给我闭嘴，给我乖乖的躺好。莫云锦嘴角微动，可见到安雪堂急得发红的眼眶，最终他还是没有说话。安雪堂咬了咬牙，脱去了莫云锦的里衣之后，他愣了。纱布上鲜血淋漓，他的双眸中也尽是满满的心疼和不解。莫云锦的功夫极好的，到底是谁将他打成这样？安雪堂一点也不相信别人的包扎和处理技术，他还是决定自己亲自给他处理一遍。但他刚想上手，就听见莫云锦冷冷说道：这伤已经被大夫处理过，你不必再多此一举，浪费本王的时间。本王就想好好的睡个觉，就这么难？听到他这样说，安雪堂的暴脾气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本王就想好好的睡个觉，就这么难？你睡你的，我处理我的，有本事你先休了我，不然谁也别想阻止我。莫云锦知道既然阻止不了他，索性就闭上了双眼。莫云锦，你当真没有话跟我说吗？你想让本王说什么？好，你没有主动要跟我说的话，那换我来问你，你昨日去哪儿了？出城见了一个朋友。什么朋友？男的女的？为何偏偏要出城见？本王去了哪儿，见了什么朋友，都不必跟你汇报。安雪堂，
你一个深闺女子，做好自己本分之事，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你管。安雪堂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任他怎样想，也想不到这样的话会从莫云锦的口中说出。安雪堂望着莫云锦，眼底充满了失望。莫云锦，希望你别后悔今日之事。处理完毕之后，安雪堂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知道莫云锦是不想面对他，骨子里的自尊心让安雪堂不想再继续在这里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了。宁儿，我们搬出景堂院。宁儿，找云六照顾他。从现在开始，我们搬出景堂院。是，小姐。宁儿忽然变了称呼，差一点将安雪堂逗笑。啊，宁儿，咱们走吧。是。安雪堂一步步走到门边，心中一直期待着莫云锦将他叫住，多希望他突然跟自己说一句方才那一切都是在开玩笑。只可惜安雪堂都已经走出了房间，莫云锦却始终一言不发。安雪堂心灰意冷，当即离开了景堂院，去了凤鸣的院子。门关上之后，听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莫云锦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安雪堂如此聪明，他就算隐藏得再好，也怕是瞒不过他。阿唐，你怎么回来了？莫云锦呢？兄长，你还好意思提他？怎么了？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你为何不告诉我？你说什么？莫云锦受伤了？哎，兄长，你别告诉我，你根本就不知道莫云锦受伤了。他受伤这事儿我还真的不清楚。我跟他一路从城外回来，我们分开之前，他确实没有受伤，这一点为兄非常肯定。那也就是说，莫云锦是在京城中受的伤喽？那伤他的人是谁？看那刀伤，应该是近距离下的手啊，谁能靠近他？不对，那阿唐你此刻怎么会来我这儿？既然莫云锦都受伤了，你这会儿不好好照顾他，你来我这儿做什么？哼，我已经让宁儿去整理隔壁的房间了，从今日开始我搬出景堂院了，就住在你这里。什么？平日里恨不得时时刻刻黏在一起的两个人，竟然要分房睡，还是分院子的那种？这天变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发生了什么？哼，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回来就给我摆臭脸，跟他说话也不听，我当着他的面说要搬出景堂院，他竟然连一句阻止的话都没有。我看他就是巴不得我立马搬出来。你干嘛呀？这个表情，难道你是不信我吗？为兄很难相信，谁不知道莫云锦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他怎么可能这么对你啊？你既然不信我所说，那你不如亲自问问宁儿。宁儿，你跟兄长说说，那莫云锦的态度是不是像变了个人似的？小姐说的如实，北疆王方才态度与往常不同。听到宁儿对安雪堂的称呼，凤鸣的第一反应跟安雪堂一样，不过眼下他也信了，因为宁儿这个人是不会开玩笑的。阿唐，你在这儿好好住着，本座的妹妹还无人能欺负，这莫云锦敢对你这般态度，他不亲自来负荆请罪，你莫要原谅他。说完，他便抬脚往外走。哎，兄长，你去哪儿啊？我去找他算账。别，算了算了，他腹部的伤还挺严重的，现在好不容易给他处理了，你莫要去添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呗。为兄这是去给你出气，这怎么能是添乱？他莫云锦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现在又是怎么对你的？本座要去问清楚，他若是不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本座今日就带你离开北疆王府。再严重点儿，本座带你离开京城，咱们不稀罕他这北疆王妃之位。本座带你离开京城，咱们不稀罕他这北疆王妃之位。他一定是有苦衷的。凤鸣翻了个白眼，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哎呀，都这个份上了，你还帮他说话？那你想想啊，兄长，
他若是没有苦衷，怎么可能一下态度就变得如此冷漠？我可不相信一个人能一夜之间变心。再说了，跟他相处这么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是一清二楚的。不管有什么苦衷，两个人好好说不行吗？非要用这样冷漠的态度对你，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地方。他向来有什么事儿都会跟我商量，今儿他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恐怕这事儿就跟我有关，且不能让我知道。只是不知道他到底在防备着谁。行了，你现在什么也别想，为兄先去看看他。兄长，要不你别……让你别管你就别管，为兄还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他一顿不成？让你别管你就别管，为兄还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他一顿不成？谁知道呢？万一你控制不住自己想打他，毕竟啊，他现在受的伤那么重，你正好可以轻易的打过他。所以为兄在你心中就这般不靠谱？没有嘛，那兄长你先去吧。先别想太多，等我消息。凤鸣送安雪堂回隔壁房间之后，一个飞身跳过了院墙，进到了景堂院。谁能将你伤成这样？我自己。什么？凤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过转念一想，也是啊，不然谁能将他伤成这样？到底怎么回事？早上回城之后，你去了安乐侯府，这期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白凤在京城，所以你遇到他了。可就算遇到他又如何？跟你自残有何关系？他体内有蛊虫，一旦他死，堂堂也会死。虽然莫云锦说的不明不白，可是凤鸣一瞬间就想明白了。该死，白风这人竟如此阴险，所以他现在改变策略，不打算正面迎战，就想用自己的性命威胁我们。因为他知道阿唐是我们的心尖宠，我们根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阿唐出事，所以自然也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他去死。不过莫云锦，你是傻子吗？他用自己的命威胁你，你就信了？你也不想想，他怎么可能会真的自杀？他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舍得去死？今日他动手了。什么？你该不会要告诉本座，今日那家伙当着你的面对自己下狠手了吧？本王什么都可以赌，什么都可以输，唯独堂堂，本王赌不起，更输不起。何止莫云锦啊，凤鸣扪心自问，就算今日的事儿落到他的头上，他的做法又能和莫云锦差到哪儿去呢？你回来之后故意用那般冷漠的态度对待阿唐，跟他有关？他想让本王跟堂堂和离，而且这件事还不能让堂堂知道他在背后搞鬼。该死！那你现在怎么想？他这样继续威胁你，阿唐体内的蛊虫没有解决之前，难不成你还真的要跟他和离？绝不可能。虽然你需要做戏给外人看，可你就不能先跟阿唐坦诚？你这般态度对他，小心他真的记仇啊！别忘了，府里有鬼，还是一只聪明的鬼。说本王不把堂堂气到眼眶发红离开，又怎么能骗过那只鬼？莫云锦，你这个王八蛋！当初本座把妹妹嫁给你，你是怎么承诺的？你现在竟然告诉本座，你想休了我家阿唐？莫云锦，你还是不是男人呢？啊！莫云锦嘴角一抽，他知道凤鸣准备开演了，于是他便默默地躺了下来。凤鸣还以为莫云锦会跟他配合一下，谁知道他就躺平不演了。不过既然都开始了，那他就要继续演下去。莫云锦嘴角一抽，他知道凤鸣准备开演了。他扫了一眼房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花瓶，本想将它摔碎来彰显自己的怒火，可花瓶倒是举起来了，莫云锦却又不紧不慢地开口了：那是堂堂最喜欢的花瓶。凤鸣一口气顺不下来，内心天人交战了片刻，最终还是慢慢地放回了原地。凤鸣又看到床边的大花瓶，他要冲过去一脚踢飞，可又听见莫云锦来了一句：堂堂说这花瓶最贵，他甚是喜欢。这不能干，
那也不能干。凤鸣直接就怒了，一掌劈在了他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在他劈完之后，莫云景嘴角微微的勾起了一个弧度。糖糖说这椅子是花梨木所制，很贵。凤鸣嘴角一抽，莫云景，你休想抛弃我家阿唐，有本座在，你休想跟我家阿唐和离，想都不要想。说完，凤鸣赶紧冲了出去。云四想问点什么，凤鸣却恶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便飞身而起，跳回了自己的院子。此时此刻，安雪堂坐在床上，两眼注视着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他已经知道了，多亏了自己的技能，虽然有些不应该，但他还是偷听了莫云景和凤鸣的对话，自然也就知道了莫云景的苦衷。这傻男人真是够傻的，怎么能被白风威胁呢？还给了自己一刀，傻的可以。不就是演戏吗？安雪堂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是也差不到哪去，加上宁儿他们几个对安雪堂的维护，混淆视听还是可以的。莫云景，昨日你如此伤他的心，你到底要不要道歉，把他哄回景堂院？本王何错之有？哼，莫云景，你别太过分，你昨日把我家阿唐都气得搬出了景堂院，你还说自己没有错。北疆王妃不遵从三从四德，本王昨日不过教训了她2句，何错之有？莫云景，今日本座不好好教训你一番，我就不配当阿唐的兄长。莫云景面无表情的，他冷笑一声，随即转身要进房间，再不进去他可就忍不住了。安雪堂这楚楚可怜的模样让莫云景心如刀绞。莫云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身为北疆王妃，就应继嫁从夫，时刻用四德约束自己。可你呢？三从四德，你做到了什么？哎呦，他还真敢说啊！我自然是知道四德到底是什么，不过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恭嘛。所以你现在是讨厌我了是吗？所以莫云景，你这是准备不要我了是吗？刚进门，藏于门后的安雪堂立马把门关上，紧接着他双手捧住了莫云景的脸，瞬间贴上去，狠狠地擒住了他的薄唇。突如其来的亲吻像暴风雨一般，让莫云景措手不及。他愣了愣神，紧接着这一日以来的伪装彻底破防。只见莫云景迅速地伸手拥住他，让他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莫云景的另一只手稍稍地用力扣住了安雪堂的后脑勺，抢过主动权，毫不留情地在他的唇上反复辗转。这炙热的吻烧得安雪堂的脸通红，他其实就想简单的亲一亲莫云景的，谁知道他突然失控了。莫云景吻着吻着，开始不满足于安雪堂香甜的唇，他渐渐往下移，火热的吻蔓延到了他的颈上，惹得安雪堂一阵战栗。阿景，先放开我。莫云景不仅没有放开他，圈住安雪堂的手更加用力，他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丝丝的光亮，一路吻着向上。阿景，阿景，糖糖，你吓到我了。昨日你也吓到我了，对不起。莫云景知道昨日的他一定难受极了，他愿意道歉，如果道歉有用的话。两人在屋里吵架，外面的人在打架，云四和凤鸣跟闹着玩似的，一来一往，嘴上还得配合着骂骂咧咧。凤鸣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时的云四也憋着笑。两人靠近时，他压低了声音：凤公子辛苦了。哎，你也是。凤鸣微微摇头。此时宁儿却在余光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他看过去时
影子已经不见了。不过宁儿并没有打算追过去打草惊蛇。安雪堂将莫云锦拉到床上，让他乖乖地躺着。紧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动手解开莫云锦的衣裳。莫云锦没有阻止他，只是嘴上抿着笑。糖糖原来是这样热情的女子，糖糖原来是这样热情的女子。唉，你给我正经一点，你方才都不好好听我说话，伤口肯定是出血了。不过是小伤，无碍。你再说这是小伤，我就学你给自己来一刀，看这伤小不小。别胡说。就许你胡来，不许我再胡说两句。不许。行，你长得好看，你说了算。糖糖，还想不想听解释？哼，不想。别生气了，好不好？下次再这般伤害自己，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糖糖怎么知道是我自己弄伤的？自然是兄长告诉我的，他是我兄长，自然不会瞒着我，哪像你呢？有什么话不好好说，非要搞成昨天那般，让我生气。下次不会了。怎么样啊？方才我的演技是不是还可以啊？下次不可以这般吓我。好嘛，我就是想用实力告诉你，演戏，你王妃我啊是在行的。下次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坦诚地跟我说，我不喜欢这种被瞒着的感觉。好。安雪堂在给他处理伤口，这时一块石头砸到了门上，两人对视一眼，想来这石头是凤鸣砸的，肯定是嫌弃两个人在里边待的时间太久了。给莫云锦系上了衣服，安雪堂想下床，却被莫云锦给拉住了。怎么了？晚上给我留床，晚上给我留床。阿景，你是想晚上偷偷摸摸的进我房间吗？堂堂北疆王居然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真的合适吗？本王不过是去见本王的王妃，何来偷鸡摸狗之说？还是糖糖觉得自己就是那鸡狗？莫云锦，你太过分了！他这一声是怒吼的，院子里的人都能听见。不过他们听来，房间里的两个人怕是在吵架吧。殊不知啊，安雪堂在喊完之后，莫云锦就已经亲上来了。两人不依不舍地亲了片刻，直到感觉安雪堂呼吸不畅，莫云锦才舍得将他放开。晚上你别过去了，你身上还有伤呢。糖糖觉得没有你不能睡着。昨日我看你睡得也挺香的。所以糖糖要否认自己在本王药里动了手脚之事。既然都知道我在药里动了手脚，为何还喝啊？你就不怕是毒药吗？只要是糖糖给的，哪怕是毒药，本王也会喝。这男人嘴是抹了蜜吗？怎么这么甜呢？只要是糖糖给的，哪怕是毒药，本王也会喝。这男人嘴是抹了蜜吗？怎么这么甜呢？让我尝尝是不是甜的。亲完之后，安雪堂笑了笑。晚上你别过去啊，我回来。你没有拒绝的机会。总之你信我，今晚你的王妃便给你表演一场悄无声息的潜入行动。好。对了，阿景，至于那个内鬼，你有没有怀疑的人？19。暗卫19。19和11住一个房间，昨日我的行踪只有云六和11知道。那你怎么不怀疑11和云六？如果是他们俩想让我死，我活不到现在。好像也是，当初那场战事，若不是云六他们几个救出了莫云锦，他受了那么重的伤，想活下来的确很难。目前还不知道19的动机，而且他还没有露出破绽，所以不能控制他。我看你们是想找出背后跟他接头的人吧。我家糖糖真聪明。好啦，我先出去了，免得兄长跟我急。好。你这丫头，为兄还真的以为是莫云锦将你弄哭了呢。那就说明我这演技还是不错的，连你都骗过了。那暗处盯着我的那群人，应该也就当真了。方才在院子里，为兄已经感受到了那人的存在，
是云四说他们还需要找出那人背后之人，所以并不着急抓人。奇了怪了，你们怎么就不怀疑那个人是白风身边的人呢？白风若是有这样的人，他早就行动。别忘了他体内还有你下的毒。也是，白风也好，他身边的白寒也罢，都想要抓住我呢。若那人是他们的人，估计早就已经里应外合了吧。不是白风，那会是谁呢？或许是昨夜袭击我们的神秘人。你说我怎么就给忘了呢？昨日你们到底去了哪儿？见了什么人？莫云锦还没有给你解释这件事儿？没有。那你们在屋子里到底干了什么？两个人待了这么久，竟然这点事儿都没有说明白。一想到他和莫云锦两个人方才在屋子里的腻歪，他的脸就忍不住红了红。看到安雪堂的状态，凤鸣瞬间就明白了。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那么过分呢？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那么过分呢？这莫云锦身上的伤不是还挺严重的吗？你们俩就不能忍忍呢？再说了，这还是光天化日之下呢。兄长，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也没干。行，你们什么都没干，回兄勉强信了。什么叫勉强信了呀？哎呦喂，我们是真的啥也没干。莫云锦都伤成那样了，我们能干那种丧心病狂的事儿吗？安雪堂觉得越解释越难解释清，索性便不提了。兄长，你来说吧，昨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和阿景去了哪儿？还是让莫云锦自己跟你解释，回兄可说不清楚。干嘛搞得如此神秘啊？兄长，你先透露一下嘛。这件事啊，跟安乐侯府的一名女子有关。回兄到底不是当事人，所以解释不清楚。你让莫云锦给你解释比较好。事关安乐侯府的一位女子。好啦，你先休息，回兄还有点事情处理。什么事儿啊？其实昨日是青云阁给为兄送消息，说莫云锦极有可能会遇到危险，为兄才会赶过去。青云阁？兄长，你是不是觉得这青云阁可能会知道点内幕？他们既然能知道昨日莫云锦会出事，那就说明他们应该掌握了什么消息。所以为兄这就去套个话。行，那你去吧。哎，为兄可真是欠你们的，也不知道这莫云锦上辈子干了什么，这辈子招惹了这么多仇家。或许我家阿景只是在帮我挡灾呢。凤鸣身体有那么一瞬间的僵硬，不过很快恢复过来，连安雪堂都没有发现他的异样。行了，为兄先走了，回来给你买好吃的啊。谢谢兄长，兄长你对我可真好。此时礼部侍郎安南林府中好一阵的热闹。站住！安南林的，给我站住！给我站住！站住！安南林的，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安南林脸色僵硬。若是以前，他倒是习以为常，可如今，他是堂堂北疆王的岳父，这女人居然如此不给他面子。刘燕儿，看看你的言行举止，像什么呀？这安南林居然敢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跟你说话呢，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安南林，你我什么？我现在要去丞相府，问问岳父关于北疆王的具体消息，你莫要阻拦。那你快去快回，我让人准备些礼品，一旦父亲同意去，我们带上欣欣一起去。这态度，变天都没这么快。带上欣欣干什么？刘燕儿自然不能说是为了替代安南林那个乡下出身的女儿。哎呀，你别管那么多，赶紧去问问我父亲和兄长的意见。
见他不说，安南林也不耽搁了，上了马车便让车夫快走。看着马车离开的方向，刘燕眯起了眼睛。老娘先让你嘚瑟2天，等我女儿坐上了北疆王妃之位，我看你还能怎么横。被压在我手底下这么多年，还想着翻身做主人，哼，做你的白日梦。宁儿，来，帮我换上这套衣裳。哎，小姐，您今日怎么想起来要穿这套衣裳的？您不是说这衣裳不能穿着出门吗？今日想给阿景一个惊喜，说这套衣裳不能穿出去的可不是安雪堂，而是莫云锦。这是莫云锦亲手设计的衣服，他让云四找了全京城最好的女工来缝制。可安雪堂在莫云锦的面前试过一次之后，他便霸道的不允许他穿这件衣服出门了。至于原因嘛，可能就是男人所谓的占有欲吧。宁儿，感觉怎么样啊？宁儿很是震惊，对安雪堂竖起了大拇指。小姐，完全看不出来您先前的影子。哼，那就好。那我以这个样子去找阿景，这样就不怕那人发现了。小姐，北疆王能认出您吗？他应该能吧，不过你先去跟云四打个招呼，给我准备个身份，让我从大门那里进，云四应该认不出我来。你先去跟云四打个招呼，给我准备个身份，让我从大门那里进，云四应该认不出我来。好，那小姐您打算怎么出府？我悄悄地爬墙出去，不过你和寿儿康儿得去吸引那些人的注意力。小姐，我跟着您。不必，我这马上就要从大门进来了，就翻个墙，这么一会儿不会出事儿的，莫要担心。可按阿唐说的做。这时凤鸣的声音从屋外传来。是。王爷，这位唐白小姐说有事想请您帮忙。唐白？不用猜，也不用质疑，他一眼便认出了那就是他的堂堂。安雪堂的容貌虽然与平常大不相同，但是他身上的每一处莫云锦都一清二楚，只要往那儿一站，他便能认得出。更何况他此时此刻穿的还是莫云锦亲手绘制出来的衣裳。只是这个丫头也太不听话了，明明让她不穿，她却偏要穿出来见人。小女子唐白，见过王爷。免礼。多谢王爷。云六看傻了，什么时候我们王爷会用正眼看别的女子，而且还是这般赤裸裸的看？安雪堂余光看到他们那个样子，瞬间就来了兴趣，突然想来点恶作剧了。他一步一步靠近莫云锦，手轻轻地抚上莫云锦的脸。王爷，小女子好想你啊。云六和11都瞪大了双眼，满是不可思议。这女人不想活了，她竟然用她的手触碰我们王爷的脸，她这是不想要命了是不是？不对，为何我们王爷不躲开啊？竟然让这个女人摸她的脸。就在云六和11两个人呆滞的时候，安雪堂突然使出了大招，只见他突然往莫云锦的身上倒去。王爷，小女子头有些晕。云六直接瞪大了双眼。王爷，您这样对得起王妃吗？您别忘了，王妃眼里容不得沙子，您这般让这个女子靠近您，若是让王妃知道了，您怎么跟王妃解释呀？对，王爷，您要不还是三思吧。本王做什么，为何要跟她一个女人解释？你们把本王当成什么人？这唐白小姐与本王有恩，她既然身子不舒服，今日本王便亲自伺候她。你们若是再多言，休怪本王不讲情面。莫云锦都这样说了，云六和11哪里还敢说什么呀？王爷，人家这些天为了早日赶到京城，一路上都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交代厨房做些吃食送过来。是。云四离开之后，云六和11对视了一眼，两人互通了眼色，还想劝一劝执迷不悟的莫云锦，可两个人谁都不敢开这个口。幸好这个时候宁儿走了过来，她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唐白。北疆王，
我们小姐说了，要是您今日非要留下这个女人，她便跟你一刀两断，从此形同陌路。回去告诉你们主子，莫要故意犯妻出之罪，本王本就可以治他个无所出之罪。回去告诉你们主子，莫要故意犯妻出之罪，本王本就可以治他个无所出之罪，别让他又给自己安上一个妒妇的罪名。说完，莫云锦一把将唐白抱起，随即转身进了房间。安雪堂在他的怀里脸色大变，低吼：莫云锦，你疯了，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呢。你不是要晕了？我这不是装的吗？你赶紧给我放下来。莫云锦嘴角噙着笑，并没有听他的，还是将安雪堂抱进了屋。严颖刚离开，凤鸣悠悠地从某个角落里走了出来，跟了上去。不行，我这就去叫王妃过来，不能让那个狐狸精得逞。狐狸精？宁儿听到他这么一说，嘴角一抽，狠狠白了他一眼。你最好注意你的用词，还有，别去打扰我们小姐。说完，宁儿转身离开院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不过，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人的背影有些熟悉啊？熟悉什么熟悉？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女子，就她那容貌，根本不能与我们王妃相比。今日王爷一定是脑袋破了个窟窿，进疯了，才会让那个女子靠近他。云六的声音不小，在屋子里的两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莫云锦黑着脸想要冲出去惩罚云六，可安雪堂却及时捂住了他的嘴。好了好了，云六这不是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吗？说实话，他能这么维护身为安雪堂的我很是欣慰。莫云锦眯起了眼睛，不过也确实不跟云六计较了。不是不让你穿这身衣裳见人。阿景，你只是不让你的王妃安雪堂穿，可我又不是安雪堂，我现在是唐白，安雪堂不能穿的，可是唐白能穿，是不是没有毛病啊？就你有理。阿景，我有句话想要问你。你昨日到底干什么去了？为何神神秘秘的？还有，兄长说这件事跟安乐侯府的一名女子有关。什么女子？跟你有什么关系？莫云景就知道他一定会提及此事。关于那名女子，他压根儿就没有打算瞒着安雪堂。原来安乐侯府有2个郡主，那萧琴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名为萧月。萧月跟萧琴一样，自小就喜欢在莫云晨的身边，跟莫云晨的关系甚是好。萧月不同于萧琴，她跟在莫云晨身边，还是因为莫云晨太子的身份。萧月一心想嫁给太子，奈何太子从小就把他们当作亲妹妹，从来没有想过要迎娶他们。她又不甘心嫁给别人，便一直不出嫁。萧月一直拖着不嫁人，直到太子出事儿，她觉得机会来了，想着只要帮太子向皇上澄清他无罪，太子释放之后便会娶她。于是她便瞒着安乐侯，就这么进了宫，当成了秀女。偏生皇帝又不是傻子，只要稍稍动脑子，就知道萧月是为了谁而进宫。皇帝便直接封她为妃子，睡了她。只要萧月敢替太子说一句话，皇帝就会派人罚他一顿。反反复复的，萧月终于明白，皇帝是不会听任何人讲事情的。他就是想让莫云晨去死，就是要定他的罪。无论谁替莫云晨解释，皇帝都恨不得弄死谁。后来的萧月便托了安乐侯来带话，让安乐侯救他出宫。萧月实在受不了这宫中的生活，而得到他的求救消息后，安乐侯也确实向皇帝求了情。只可惜皇帝那会儿还没有玩腻，更知道萧月心系莫云晨，便更是折磨他。就这样，萧月日复一日地受着折磨。后来皇帝在寝宫中和太监说悄悄话，被萧月不小心听到。他发现那一次皇帝要对莫云景下毒，他和莫云景又向来不熟，
可是想到莫云锦是莫云晨的亲弟弟，便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消息送出了宫，给了莫云锦。莫云锦也因为他的通风报信而成功躲过了一劫。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萧月就这般被皇帝处死了。皇帝当时生气，不仅处死了萧月，还让人将他的尸体抛至荒野，不让他入土为安。莫云锦的人盯着皇帝，得知了此事，便让人将萧月的尸体善后。莫云锦那天一早离开，便是因为那天是萧月的忌日。不管怎样，萧月都是因他而死。这些年来，只要莫云锦在京城，都会给他上炷香。此番前去，也是因为莫云晨所托。听完这件事儿，安雪堂很是震惊。震撼这个叫萧月的女子怎么会那么傻，想凭借一己之力去说服皇上放了莫云晨。所以画香等人一直说你心里有喜欢的人，那人便是萧月。当年我的人将萧月的尸体夺去，父王很快便查了出来。父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责我与萧月的关系，其实他那时就是想堵住安乐侯的嘴，不让安乐侯查萧月的死。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责，就是让安乐侯主动放弃调查，不然他就会将一个淫乱罪安在萧月头上。这个狗皇帝可真的做得出来。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萧月好歹是他的妃子，真是太恐怖了。所以就因为这件事，京城很多人都误会你和萧月之间有关系。那你怎么不解释啊？怎么解释？这是皇帝亲口在大殿上问责，你觉得百姓会信谁？更何况我从未在乎过名声。好吧，原来真相是如此，你应该早些告诉我的。你不知道，那莫云泽也在我耳边说过这样模棱两可的话，我还心中忐忑了许久呢。忐忑什么？糖糖，你不相信我？糖糖，你不相信我？我是相信你的，相信你现在爱的人是我。但不可否认的是，你的前20几年我都没有参与。你蒙古的，我的意思是，你们这里的人又是早早的就结婚生子的。按理来说，你这样的年纪，若是正常结婚生子的话，孩子现在都已经好几岁了。所以我也是怕嘛，怕在我缺席的这20几年里，你也像爱我这般爱着旁人。莫要胡思乱想，本王身心只属于你，也只会属于你。安雪堂的小脸蹭的一下就红得不行。说就说呗，怎的还要加上一个身呢？到底羞不羞？此时他靠在了莫云锦肩膀上，叹息道：下次去的时候带上我，身为你的妻子，我也应该感谢她的。萧月这样的女子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好。哎，对了，那个神秘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日你们不是遇到袭击了吗？那些人竟然连我的兄长也能伤的。方才兄长已经去青云阁打探过消息，那青云阁的阁主说自己也并不清楚。他们的武功路数至今我从未见过。所以他们就是针对你而来的。可又会是谁？为什么偏偏要针对你呢？这世间想要本王命的人太多，不差他们几个。你心态倒是好。两人腻歪了一会儿，云六突然敲门，还故意用大力气使劲地敲。莫云锦瞬间就黑了脸，安雪堂被这突然的敲门声给吓了一跳。不过转念一想，云六这是不想让唐白和莫云锦相处得太美好了，再尽可能的搞破坏呢。王爷，王爷，你快些出来啊！礼部侍郎来访，您要不要出来见一见呀？安南林居然还敢来这儿？见吗？见呗，反正我现在是唐白，他也认不出我来。好，那便见一见。安侍郎来本王府里是有何事？北疆王，
下官这些日子有些忙，所以都没有时间过来看看下官的宝贝女儿，今日特来向北疆王赔罪。安侍郎的宝贝女儿？安侍郎要见你宝贝女儿，来我北疆王府作甚？北疆王说笑了，您的王妃正是下官的宝贝女儿。所以呢？所以下官想要见一见阿唐。阿唐她毕竟是下官的女儿，下官想要给她一个娘家，如此一来，京城就不会有人传阿唐是个什么也不懂的乡野女子了。安雪堂听得都想笑，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这时一直没有起身的刘燕和安嘉欣已经有些站不住了。只见安嘉欣重心不稳，然后整个人故意幅度很大的向前跌去，就这样趴在地上。刘燕被吓了一跳，刚想过去扶她，就听安嘉欣娇滴滴的哭诉：“北疆王，人家摔得好疼啊！”只见莫云景的眸子变得更加阴冷，给本王扔出去。是。北疆王，人家摔得好疼啊！给本王扔出去。是。还不等云四叫人，安嘉欣赶紧的爬了起来，好生滑稽：“北疆王，对不起，小女子不是故意摔倒的，只是……唉，原来白莲花绿茶这些狗东西不分朝代，不分古今呐。”云四已经喊来了2个人，他直接让那2个人将安嘉欣给架了起来。让开，你们干什么？北疆王，您是不是误会心儿了？你们先放开他。那2个人不知该不该听唐白的，下意识地看向了莫云景。莫云景微微颔首，得到莫云景的同意，2人立马松开了安嘉欣，默默地退到了一旁。安南林从莫云景和唐白进来之后，就一直在观察唐白。这不是安血堂，可他竟然能和北疆王平起平坐。难不成安血堂已经不受宠了？他本来不知道刘燕带着安嘉欣来干什么，可经过安嘉欣这一系列的操作，他是想不知道都难了。既然北疆王注定要宠除了安血堂之外的女子，那宠着我另一个女儿安嘉欣，岂不是更好？北疆王，都怪下官教诲不力，让小女欣欣过于矫情，但平日里欣欣不是这般模样。小女自小知书达理，乖巧听话，不权大局，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今日她只是身体稍稍不舒服，所以体力不支，方才不小心摔倒，还望北疆王莫要怪罪于她。如果北疆王非要罚，那便罚下官。哼，这安南林想当着北疆王的面如此夸赞自己的女儿，目的如此明显，这是准备把安嘉欣塞进北疆王府了。所以安侍郎这是准备替自己女儿领罚。安南林一愣，他方才的话不过就是说一说，他本以为他这么说之后，莫云景会给他一些薄面。是，若是北疆王您非要处罚的话，下官愿带小女。好，罚安侍郎30大板。是。等等，罚安侍郎30大板。你们不能这么做。刘夫人莫要妨碍我等执行命令。北疆王，您这般随意的处罚人，恐怕不好吧？莫云景懒得跟这种人说废话，本来想让云四直接把他们拖下去一起打，可这时安雪堂给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刘夫人，不知你口中的随意处罚是从何得出的结论？你又是谁？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云四，掌嘴。云四上前就狠狠地抽了刘燕一巴掌。你竟敢打我！你这个卑贱的粗人，你居然敢打我！继续。连续被抽了10来个巴掌，安雪堂看见刘燕的脸都已经肿成了猪头了，嘴角也血迹斑斑。云四，可以了。云四知道唐白的真实身份，听到这句话立马松开了刘燕。
刘燕被松开之后，双膝一软，嚎啕大哭。北疆王是最烦有人在他面前哭哭啼啼，若是不想再继续被掌嘴，该闭的嘴要适当学会闭上。听到安雪堂这阴阳怪气的话，刘燕的嘴瞬间就闭上了，只是她还有些许不甘。方才你问我有什么资格跟你说话，我特别想知道，我一个能跟北疆王平起平坐的人，你说有没有资格？还有，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呢？不过就是区区丞相府庶出的女儿，谁给你的胆子，敢在北疆王府如此放肆？谁给你的勇气，质疑北疆王的决定？他凶狠地瞪着安雪堂，想问他算哪根葱。可这个时候，安嘉欣却突然出声：“你到底是谁？我姐姐是北疆王妃，你凭什么跟北疆王妃平起平坐？你不过就是一个妾，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姐姐？安雪堂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当真确定北疆王妃是你姐姐吗？当然啊，原来北疆王妃还有这么个庶出的妹妹呀。什么庶出？本小姐才是嫡女。是吗？我怎么听北疆王妃说，她父亲先是在乡下娶了她的母亲，然后才进京赶考，而且当时也是明媒正娶，下了文书，在官府也是备了案的呀。胡说！什么明媒正娶？胡说！什么明媒正娶？那贱人不过就是当初不吃检点，勾引了我夫君跟他苟合，才生了那个野种。安雪堂不得不承认，这刘燕儿也是个脑残，在北疆王府的地盘侮辱北疆王妃，是个上不得台面的野种。他很有勇气。王爷恕罪，那人只是口无遮拦，他并非想对王妃不敬。下官安侍郎是以为本王不长耳朵，方才听不见。不是，下官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够了，你口口声声说本王的王妃是你的女儿，但方才你夫人说的你也听见了，她不承认自己是妾，而本王只记得本王王妃的母亲和她父亲是合法夫妻，他们互换过庚帖，在官府备过案，所以你并不是王妃的父亲。不是，王爷，这尹四，这几个故意来本王的府邸闹事，拖下去各打30大板，送走。说完，无视安南林和刘燕的认错，他牵着安雪堂就这么离开了。安南林恨死了刘燕和安嘉欣，他本来都计划好了，现在却被他们搞了破坏，还害得他也被打。王爷，世子来信，让您和王妃一起看。安雪堂听到是莫俊义的来信，下意识的想伸手去拿，可莫云景却捏了捏安雪堂的小手，不让他伸手。王爷，世子特意交代，这信要您和王妃一起看，所以要不就让这唐姑娘先去休息休息，属下来给她安排住所。王爷，你不必担心。安雪堂掩嘴一笑，见云六这是跟唐白杠上了，他终于忍不住了，压低了声音：“云六，多谢你这么认可我。”云六听到属于安雪堂的声音，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你还有何意见？属下没有意见。好了，咱们先进屋。莫云景和安雪堂进屋关门之后，云六默默地抹了一把汗。哎，六哥，你怎么能让那个女人跟着王爷进去啊？那封信可是世子给王爷和王妃看的，那个女人也在。你别说了。啊？怎么啦？六哥，你怎么能让那个女人跟着王爷进去啊？那封信可是世子给王爷和王妃看的。别说了，再说下去你也得玩完。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就扯到玩完的事情了？安雪堂念完这封信，看向了莫云景，他有些兴奋。太好了，阿景，我们的炸药又可以走上流程了。
只要寻唐谷的那边进展顺利，咱们日后就又有威力巨大的武器对抗那些人了。糖糖真厉害。对了，阿景，如果皇帝想通了，他真的想把皇位传给你，你做不做？我不适合那把椅子。为什么呀？怎么就不合适了？我家阿景头脑聪明，又有各种本事，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是你不适合的？原来我在糖糖心里竟是这般厉害。那是当然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何觉得自己不适合那个位置？这世间有很多人比我适合，我从未想过将自己和那张椅子绑在一起。是因为皇兄和紫菱吗？有这一部分原因。好吧，不当也好，因为皇帝啊必须后宫佳丽3000，我可不想跟别人分享你。莫云景轻笑，他果然还是了解安雪堂的。两个人在屋里磨磨蹭蹭地聊了聊，忽然有人敲了敲窗，随即一个人影闪过，是凤鸣。蛇出洞，我跟兄长一起去看看。说实话，我近日手有些痒，必须替你出口气去。皇兄不可着急，糖糖说皇兄的手臂还不能用力。魏兄真的不敢相信，我这手居然还有救。阿景，他到底是谁？皇兄这话何意？安雪堂，他到底是什么人？安雪堂。皇兄，请你尊重我的王妃，以后这种话莫要再胡说，不然休怪我翻脸。阿景，你……安雪堂是人是鬼，我跟他相处了这么些日子，我心里有数。皇兄若是非要选择听了贼人的谎言，要这般误会他，那日后就休怪我对皇兄不敬。阿景，你这是个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确定要因为一个女人跟为兄闹开？首先，安雪堂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
她是我的王妃，是我的妻。其次，皇兄你们要忘了，你口中的那个厉鬼，他刚给你接好了手臂，还亲力亲为的坚持每日给你换药。皇兄，一个人是好是坏，不是用耳朵听的，而是用眼睛看，用心去感受。这些日子以来，他是怎样的人，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查出这几日有谁给皇兄送过信件之类的东西？前2日，江公子和安乐侯府的郡主都来过。现在就去把江清扬叫来，本王有事问他。是。你们有没有会说中原话的？我会一点点。好，会一点点也行。你先让他们都起来，就这样跪着我，算什么事儿啊？那个人犹豫了一会儿，随即对那帮人说了一句他们的话。这一下10几个人都站了起来，不过态度也是非常的恭敬。你们为何要抓我的人？不，你们和云家军的19之间有什么关系？19是不是因为你们，所以背叛了云家军？听着安雪堂的问话，西域人的神情露出了些许茫然。我的人呢？你们抓来的那个人呢？这话他听懂了，双眸发着亮，指向了一个地方。果然巡逻就躺在那里头，人已经没了意识。你们对他做了什么？没有伤他，他只是晕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若是这帮人并不想伤害我们，为何会试图控制云六，让云六去杀了我？宁儿想到的问题，凤鸣和安雪堂也想到了。你们为何要伤他？见凤鸣指着宁儿，那人瞬间有些心虚，还有些后悔。不过他也给出了解释，原来是有人跟他们说，宁儿对于安雪堂来说是恶人，宁儿是想要安雪堂命的人，他们想要把宁儿杀了，然后送给安雪堂当做第一个礼物。说，到底是谁给你们出的主意？那人不懂。你的意思是，那人是谁？你们根本不清楚。是。那你们为什么会相信他？你们就不怕他欺骗了你们？西域人面露难色，紧接着他忽而转身去拿了样东西，是2幅画。在安雪堂他们困惑的目光下，西域人将2幅画展开了，看到了画像，安雪堂懵了。这不是我吗？这人虽然跟我长得相似，但这并不是我呀。是你。那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天霸国，又为何偏生出现在这金川寺？找你。找我？为什么要找我？带走。西域人来找他，是想将他带回西域。阿塔，今晚住在金川寺吧。为何？既然西域人背后的人不是给他们出谋划策，说杀了宁儿，然后就会把宁儿的尸体当成礼物送给你吗？我们想知道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只好让这帮西域人演下去。好，不过宁儿和云六身上的伤得处理一下了，让他们先下山。安雪堂转头看向云六和11，你们和宁儿以及巡逻先回府，告诉阿景，我今日住在金川寺，明天一早便回去。王妃，属下等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谁说我一个人了？不是还有我兄长吗？那也不行，属下没法跟王爷交代。云六一脸着急，凤鸣突然凑到他的耳边，用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下一瞬，云六露出了纠结的表情，不过他沉默了片刻之后还是同意了。待人都走了之后，安雪堂靠近了凤鸣。兄长，你是如何说服云六的？秘密。说吧，你们到底为何来找我？我等代表西域子民，祈求灵女速速回西域。
灵女？哼，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西域所谓的圣女？我现在猜测，我可能就是跟画像上的人长得比较相似，所以他们误会了我就是他们西域的灵女。兄长，现在该怎么办？凤鸣摸了摸他的头，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表情。是那神秘人给你们的画像？是。所以你们就因为他给了你们一幅阿唐的画像，你们就这么信任他？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也不是信任。他说我们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做，就不会帮我们找到灵女。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天霸国？1个月之前。来天霸国后，你们都做了什么？住在哪儿？